阿润刚穿越到蓝星，却立马被传送到超级病毒笼罩的末世世界。当他在感叹命运不公之时，竟然获得了一个逆天的神奇天赋，随手就能秒杀丧尸。恭喜蓝星被伟大的魔神选中，成为末世求生的玩家星球。蓝星所有16到60岁之人将全部被传送到末世世界，进行末世求生游戏。末世世界被超级病毒笼罩，遍布丧尸和变异兽，十分的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成为丧尸和变异兽的食物。丧尸和变异兽体内蕴含着神秘的能量，玩家将之击杀后，可以获得部分神秘能量，强化己身，成为进化者乃至永生者。末世求生的详细规则已自动发送到所有玩家脑海当中，请玩家自行查看。现在开始进行时空传送。随后一道白光闪，蓝星所有16到60岁之人全部被白光笼罩，消失在原地，不见了踪影。我才穿越到蓝星，还没有来得及了解蓝星的一切，就被直接传送到了末世世界，进行末世求生游戏。这运气也是没谁了。根据末世求生规则，穿越过来的人都有一个0级庇护所茅草屋，茅草屋的保护期只有7天，这7天只要在茅草屋里就是无敌的。但是7天保护期一到，茅草屋立马会遭遇一波丧尸攻击，想要活命必须在这7天内将茅草屋升级成1级庇护所木屋才行。打开玩家面板。100倍增幅天赋，还具有唯一性，不知道具体效果如何。领取新手大礼包。恭喜玩家阿润获得 S 级火焰天赋，100倍增幅自动开启。S 级火焰天赋升级为 SSS 级控火天赋。同时，无数关于火焰的奥义在阿润的脑海当中闪现，让其瞬间掌握。打开玩家面板。我成为一阶进化者了，多出了一个控火天赋，不知道其他玩家的情况怎么样。阿润翻看了一下聊天群当中的聊天记录，发现群里的玩家大部分人都开出了唐刀、诸葛连弩、手枪这样的武器，只有少部分人则开出了各种各样的天赋，其中最强的天赋也只是个 A 级的操纵金属天赋。随后，阿润又将目光投向茅草。茅草屋大约4-5个平方大小，里面只有一个草垫子，其他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茅草屋当中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如果不出门，一直躲在茅草屋当中，不用等到7天保护期结束，丧尸攻打，玩家就要饿死渴死了，所以必须走出茅草屋，寻找物资。阿润刚从茅草屋出来，一个穿着破破烂烂、浑身血肉腐烂的丧尸发出一道兴奋的嘶吼之声，张大了嘴巴，挥舞着锋利的爪子，向阿润扑了过来。我操！我这刚出门就有个丧尸扑过来，运气也太好了吧！恭喜玩家阿润击杀普通丧尸一只，获得黄级下品火焰法杖一个，100倍增幅自动开启。黄级下品火焰法杖升级为玄阶下品武器火焰剑。阿润心念一，将火焰剑从系统空间当中取出来了。之后，阿润走到丧尸的脑袋旁，挥动火焰剑将丧尸脑袋斩碎。一枚晶莹剔透的晶出现在阿润的视野当中。竟然是晶核，这可是升级庇护所的必备物品，出现概率极低，运气真是太好了。将晶核收好，阿润看了一下茅草屋四周的环境，发现茅草屋一侧是高楼林立的城市，另一侧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我的茅草屋竟然位于城市边缘，这也太危险了吧！不过，城市当中的丧尸虽然很多，十分的危险，但城市当中的物资也多，可以轻松收集到很多的物资，让我不至于找不到物资而渴死饿死。同时，城市丧尸多，猎杀起来也方便，只要我猎杀的丧尸够多，我的实力提升的就会很快，超过丧尸的进化速度，从而不怕城市丧尸的威胁。去城市里会这些丧尸。这些汽车虽然损坏了，但风化的并不严重，所以这座城市发生丧尸危机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里面有很多物资和幸存者。这时，附近的3个丧尸发现了阿润，发出一道道兴奋的嘶吼之声，挥舞着锋利的爪向阿润扑来，一副想要将阿润撕碎吞食的模样。火球术。恭喜玩家阿润击杀普通丧尸3个，获得3立方木材，100倍增幅自动启动。玩家阿润获得300方木材。茅草屋升到1级庇护所木屋，需要10个立方的木材和10枚晶核。现在我只需要再获得9枚晶核，就可以升级庇护所了。这时，又有10余个在街道上游荡的丧尸发出一道道兴奋的嘶吼之声，挥舞锋利的爪子向阿润急速靠近。不久后，一个沿街超市进入到阿润的视野当中。那个沿街超市的面积不小，足有数百个平方，里面的货架极多，且放满了各种物资。不过，超市门口有100多个丧尸，不断的徘徊走动。火球术。我的运气不错，我10余个丧尸的脑袋放出了晶核，我升级庇护所的晶核直接凑齐了。
这时，一名穿着衬衫的大汉，眼中闪动着凶残的光芒，紧接着举起手中的诸葛连弩，对准阿润的脑，扣动了扳机。火焰盾，寒冰剑，你们都该死！你们以为我奈何不了你们吗？我拥有 A 级寒冰天赋，最多只能凝聚120支寒冰剑。这人到底是什么天赋，竟然可以凝聚出这么多火球？大哥，我错了，求你饶我一命吧！只要大哥放我一条生路，我愿意为大哥效犬马之劳，成为大哥的忠实走狗。我拥有 A 级寒冰天赋，实力极为的强大，可以成为大哥的得力助手，帮助大哥处理很多不方便处理的问题。所以，请大哥务必放我一条生路，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想要活命，门都没有。在你出手偷袭我的时候，就要有死亡的觉悟。恭喜玩家阿润击杀玩家赵红，获得100立方空间戒指1枚，100倍增幅自动启动，获得1万立方空间戒指1枚。一枚空间戒指凭空出现在阿润的手掌之中。有了这些物资，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不用担心物资短缺的问题了。什么情况？阿润刚从超市里面出来，就看到一个丈许高，手上长有尖刺，嘴上戴着口罩，双眼发红的巨型僵尸正快速向这里靠近。丧尸名称：齿刺丧尸，等级：1阶进化丧尸，特征：力大无穷。看到急速靠近而来的丧尸属性，阿润眼中闪过一道期待之色，立即冲上前去，手中凝聚出一枚火球，向齿刺丧尸的身上攻击而去。陡然间，遭受到火球攻击的齿刺丧尸发出一道道愤怒无比的吼叫之声，双手抓起路边的一辆废弃汽车，就向阿润的身砸了过去。卧槽，好大的力量，不愧被系统评价为力大无穷。这时，齿刺丧尸快速的向阿润跑来，齿刺丧尸的双眼一片血红，一副想要将阿润撕成碎片的模样。见此情景，阿润疯狂的催动控火天赋，凝聚出一枚枚篮球大小的火球，不断的向齿刺丧尸的身上轰去。恭喜玩家阿润击杀1阶进化丧尸1个，获得黄阶上品武器烈焰甲1件，100倍增幅自动开启。黄阶上品武器烈焰甲自动升级为玄阶上品武器金丝软甲1件。不知道金丝软甲的防御力如何？意念一动，金丝软甲出现在了阿润手中。这就是金丝软甲，真的好柔软，好轻啊，还算不错。有了这件金丝软甲，我的安全就多了一个保障。随后，阿润将金丝软甲融入身体，又走到齿刺丧尸的残破尸体前，挥动手中的火焰剑，将其脑袋斩碎，取出一枚白色晶核，收入空间戒指当中。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这时，一名穿着渔网袜、相貌妩媚的美女，一边大声求救，一边快步向阿润的身边跑来，身后还跟着一个齿刺丧尸。小兄弟，我是刘雪梅，你赶紧来救我！只要你救了我，帮我挡住身后那个丧尸，我可以给你1000万联邦币作为报酬。看着躲在自己身后的美女，阿润的眼中闪过一道不悦之色，随后凝聚出一个个火球，向齿刺丧尸的身上攻击而去。小兄弟，没有想到你竟然获得了火焰天赋，真是太令人羡慕嫉妒了。恭喜玩家阿润击杀1阶进化丧尸1个，获得黄阶上品装备青色披风，100倍增幅自动启动。黄阶上品武器青色披风升级为玄阶上品装备血色披风。阿润将血色披风融入身体，又挥动火焰剑将齿刺丧尸的脑袋斩碎，取出里面的白色晶核，收入空间戒指当中。将这一切都收入眼底的美女眼中闪过一道贪婪之色，快步走到阿润的身边。小兄弟，你刚获得的那个披风不错，能不能送给我？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击杀了一个1阶进化丧尸才爆出的装备，你竟然让我送给你，就凭你脸大吗？还有，我冒着生命危险击杀那个1阶进化丧尸，救了你一命，你不但不感恩，不向我道谢，竟然还想要我辛辛苦苦打怪爆出来的装备，你怎么好意思开口的呀？小兄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们可是蓝星同胞，我被1阶进化丧尸追杀，你救我不是应该的吗？你竟然想要谢恩图报，你难道不感到羞耻吗？你一个堂堂男子汉，还拥有10分强大的火焰天赋，难道不应该将这个装备让给我这个弱女子，让我有一点自保之力吗？或者你忍心看着我被丧尸撕咬而无动于衷吗？刘雪梅眼中闪过一道愤怒之色，好像阿润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一样。你这人简直不可理喻，遇到你算我倒霉。说完，阿润直接无视刘雪梅，向茅草屋的方向走去了。小子，你竟然敢无视我
我一定要你好看。看着阿润离去的背影，刘雪梅眼中凶光闪烁，取出一把小巧的手枪，对准阿润的脑袋，无情扣动了扳机。就在金属子弹即将落到阿润的脑袋上之时，一个血色防护罩凭空出现，金属子弹轰击在血色防护罩之上，激起一道璀璨的火花。没死，我看你能够挡住几发子弹。一枚枚子弹击中在血色防护罩之上，激起一道道璀璨的火花，却始终无法将血色防护盾摧毁，更无法将阿润射杀。贱人，你该死！恭喜玩家阿润击杀玩家刘雪梅，获得精品手枪1支，100倍增幅天赋自动开启。玩家阿润获得无限子弹手枪1把。无限子弹的手枪虽然对于进化丧尸的作用不大，但用来对付普通玩家和幸存者还是很有用的。阿润刚刚走到另一个街道，一道道粗犷的男声就在其的耳边响起。听完后，阿润眉头微皱，加快脚步到声源处去。看到阿润，小女孩眼睛一亮，立即大声求救：“哥哥救命！哥哥救命！”小子，我劝你立即离开这里，否则老子就宰了你！未觉醒的凤凰神体看了一眼大汉的属性后，阿润眼中闪过一道不屑之色，拿出手枪对准大汉的脑袋。小兄弟，咱们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开枪。再见。哥哥，我叫赵小雨，我妈妈被坏人抓走了，你可以救救我妈妈吗？只要你救了我妈妈，我一辈子都效忠于你，为你效力，如有违反，万箭穿心而死。赵小雨的忠诚任务，将赵小雨母亲秦雪从7894号庇护所当中解救出来，任务完成，奖励主仆契约1张，失败无惩罚。备注1：主仆契约一旦签订，仆从的生死掌控在主人一念之间，无法背叛。备注2：主仆契约属于赵小雨的专属契约，无法用在其他人身上。玩家阿润是否接受任务？接受。你在前面带路，我们这去救你妈妈。很快，阿润在赵小雨的带领之下，来到一栋建筑大门前。小雨，这人是谁？王大海呢？哥哥，这是抓走我妈妈的坏人，你可以问一下他，我妈妈被带到哪里去了？小雨的妈妈在哪里？小子，你以为你拿出一个假枪就可以吓住我吗？告诉你，老子可不是被吓大的，看老子怎么砍死你！小雨的妈妈在哪里？小雨的妈妈在所长的房间当中。小雨，你知道所长的房间在哪里吗？我知道。赵小雨的语音刚落，阿瑞破动了扳机，直接将大汉的脑袋轰爆。哥哥，所长的房间在前边。在一道道清脆的破空声当中，一支锋利的金刚剑矢带着锐利的锋芒和呼啸的风声，向阿润的身上击射而去。只是这些金刚剑矢全部都被血色披风释放的血色防护罩挡住，无法对阿润造成一丁点的伤害。哥哥，这就是所长的房间。好的，你退后。谁让你进来的？你是不是想死啊？只见一名穿着一个裤衩、满脸横肉的大汉睁大了眼睛，紧紧地盯着阿润，满脸煞气地大声呵斥道。阿润没有理会所长的呵斥声，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大床之上。此时，一个身材高挑、容颜俏丽的美女，手臂交叉护在胸口，脸上尽是担忧和恐惧之色。小子，你竟然胆敢窥视老子的女人，看我怎么打死你！所长举起偌大的拳头向阿润走来，一副想要将阿润一拳打死的模样。只是所长的拳头即将落到阿润的脑袋上之时，一把枪顶在其的脑袋之上。小兄弟，不要开枪，咱们有话好好说。小兄弟，你是不是看上这个女人了？从现在开始，她就是你的了。妈妈，你没事吧？看到赵小雨，所长眼中闪过一道恍然之色，想要劫持赵小雨，威胁阿润。刚一转身，阿润就破动了扳机，一枪爆了其的脑袋。任务完成，主仆契约已发放到玩家的系统空间，请玩家自行查看。我是秦雪，谢谢你救了我和小雨一命，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叫我阿润就行了，你不用感谢我，你要谢就谢你女儿小雨吧，是小雨求我，我才来救你的。小雨，我已经将你妈妈救出来，你也该履行承诺了。这是一张主仆契约，你在这张契约上滴上一滴鲜血，就是我的仆从了，一辈子都要为我效力。哥哥，你放心，我说的话一定算数，绝不反悔。赵小雨接过主仆契约，就咬破自己的手指，将一滴鲜血滴在主仆契约之上。紧接着，只见到主仆契约无果自然，化作2道流光，分别没入阿润和赵小雨的脑海当中，让两人产生了一丝精神上的联系。阿润先生，7894号庇护所的所长已经被你给杀了，你有没有接收7894号庇护所的想法？我有自己的庇护所，没有接收7894号庇护所的想法。不过临走前，7894号庇护所珍贵的资源我会带走。阿润先生，7894号庇护所只是一个100余元的微型庇护所而已，怎么可能有什么特别珍贵的资源呢？既然这样，
那么我们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阿任先生，这就是你的庇护所。没错，我今天杀了那么多丧尸，1阶进化者的进度才达到5%，想要晋升为2阶进化者，不知道还需要杀多少丧尸才行啊。不过以我1阶进化者的实力，只要不倒霉的遇到2阶进化者，或者大量的1阶进化者围攻，应该不会有陨落的危险。升级。紧接着0级茅草屋瞬间消失，一个1丈多高、占地100多平方的木屋出现在阿润的视野当中。附近最强的丧尸也只是1阶进化丧尸而已。1级庇护所木屋可以免1阶进化丧尸的攻击，就算7天之后木屋的无敌状态解除了，我也可以安心的睡觉，不用担心丧尸的威胁。哥哥，你竟然让茅草屋变成了木屋，真是太厉害了！小雨也很厉害，你们2个先进去吧。当秦雪牵着小雨的手向木屋当中走去的时候，其竟然被一股无形的屏障挡住，无法进入木屋当中。检测到陌生人员试图进入木屋，玩家阿润是否开放权限，允许其进入木屋？如果玩家允许陌生人员进入木屋，将其设置为庇护所领民。紧接着，一张领民契约凭空出现在阿润的手掌之中。领民契约上的内容很简单，那就是成为庇护所的领民之后，必须无条件服从庇护所主人的管理，不得背叛庇护所的主人，更不能伤害庇护所的主人，否则将受到系统的严厉惩罚，甚至是抹杀。看到领民契约上的内容，阿润眼中闪过一道兴奋之色。有了领民契约，就不用担心领民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了。秦雪，你在这张领民契约上滴上1滴鲜血，就可以进入木屋当中了。是，阿任先生。秦雪接过领民契约，在上面滴了1滴鲜血，紧接着领民契约无火自燃，化作2道流光，一道没入秦雪的脑海当中，一道没入木屋当中。秦雪，你和小雨就住在这间卧室，厨房里面我放了大米和面粉以及各种调味料，到了饭点你记得做饭。客厅当中我放了一些饮用水和零食，你和小雨饿了就自己拿。我住在里面的主卧，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尽量不要打扰我。不久之后，天色彻底暗淡了下来，外面一片黑暗，无数丧尸的嘶吼之声不断的在木屋外响起，一道道丧尸的身影在木屋外晃。不过木屋现在处于无敌状态，阿润不担心有丧尸进入木屋。就在阿润准备睡觉的时候，主卧的房门被轻轻推开，秦雪缓步来到阿润的床边。阿润先生，你救了我和小雨一命，我想要用身体报答你的恩情。根据末世求生规则，丧尸处于不断的进化状态当中，时间越长，丧尸进化速度越快，战斗力越强，威胁越大。我必须在尽快的提升实力，让自己进化的速度超过丧尸的进化速度，一直压着丧尸才行。现在我是1阶进化者，还拥有超强的天赋和几件不错的装备，综合实力和战斗力绝对处于末世的顶尖行列。我必须趁着这个机会，尽可能的猎杀丧尸。在一道道刺耳的丧尸嘶吼之声当中，10余个丧尸挥舞着锋利的宝刃向阿润冲来。只是这10余个丧尸都是普通丧尸，还没有靠近阿润，就被阿润凝聚的火球轰了个粉碎，惨死当场。只获得了一大堆升级庇护所的材料，连一个金盒都没有。今天的运气不怎么样啊！当阿润深入城市1000多米后，一个红色的宝箱进入到阿润的视野当中，让阿润眼睛一亮，快速的向红色宝箱的方向跑去。根据末世求生规则，末世当中拥有很多宝箱，宝箱分为紫色、金色、橙色、蓝色、绿色、红色、白色7个颜色，其中白色宝箱的级别最低，里面的物品最差，一般只是一些食物和饮用水等简单的物资。紫色宝箱的级别最高，里面的物品最为珍贵，一般都是高级进化药剂、天赋药剂、天阶装备等物品。眼前的宝箱虽然只是红色宝箱，但也可能蕴藏着不错的物品，让阿润颇为期待。阿润还没来得及打开宝箱，一个丈许高的齿刺丧尸就向阿润冲来。阿润神色不避，立即催动痛火天赋，凝聚出一个个火球，向齿刺丧尸的身上轰击而去。住手！不准动那个宝箱！这时，10余个玩家跑过来，纷纷举起手中的手枪。只见到一枚枚金属子弹向阿润的身上射击而去，一副想要将阿润射成刺猬的模样。你们找死！阿润立即催动痛火天赋，凝聚出一枚枚炙热的火球，向那10余个玩家身上轰击而去。眨眼间的功夫，除了一个阿润特意留下来的一个活口被轰碎了拿枪的左手，其他玩家尽皆被炙热的火球轰杀当场。你们为什么要袭击我？你们的手枪从哪里来的？你的实力非常强大，杀了你可以爆出高级装备。那个红色宝箱也是我们的了，我们的手枪是我们从一个废弃的警察局当中找到的，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开枪射击我，还想让我放你一条生路？哼，简直就是妄想！恭喜玩家阿润获得初级体质药剂1支，宝贝增幅自动启动，初级体质药剂升级为高级体质药剂。这就是高级体质药剂，这玩意能喝吗？
阿润将血红色的药剂喝入肚中，紧接着一股股暖流在阿润的体内流淌，开始强化其的血肉细胞，四肢百骸，增强其的力量。当暖流消失之后，阿润的力量、速度、反应速度都提升了好几倍，好像智力也增加了不少。这个高级体质药剂非常的不错，竟然全方位的强化我的身体，真是太令人满意了。一阶进化者的进度到了86，这一支高级体质药剂竟然让我的一阶进化者进度增加80点。这样一来，在7天保护期结束之前，我只要加把油，多猎杀一些丧尸，完全可以晋升为2阶进化者。阿润提着火焰剑，继续向城市深处探索而去。这次收获颇丰，不仅获得了药剂，还在这些玩家身上搜到了16把手枪、68个弹夹、13枚金盒。小子，将你手中的长剑交出来，我们可以饶你一命，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记忆。阿润转过身，只见这3名玩家，一人拿着冲锋枪，一人拿着一把手弩，一人手持一把唐刀。想要我交出装备，就怕你们没有那个本事。阿润手持火焰剑，向那名手持唐刀的玩家迎了上去。见此情景，手持冲锋枪和手弩的玩家立即扣动了扳机，顿时只见到一枚枚金属子弹，一支支金刚弩箭，带着恐怖的力量和锐利的锋芒，向阿润的身上击射而去。在一道道清脆的响声当中，一枚枚金属子弹和一支支金刚弩箭被血色披风释放的血色防护罩挡住，无法对阿润造成一丁点的伤害。玩家阿润击杀玩家郑金华，获得诸葛神弩一件，百倍增幅自动开启。诸葛神弩升级为无限神弩一件。玩家阿润击杀玩家林德志，获得黄阶下品武器青钢刀一把，百倍增幅自动开启。黄阶下品武器青钢刀升级为玄阶下品武器清风剑。玩家阿润击杀玩家郭宇，获得小型军火库地图一张，百倍增幅自动开启。小型军火库地图升级为大型军火库地图一张。杀玩家可以爆装备，而杀玩家的难度明显比杀丧尸难度低了很多。这样一来，很多心怀不正的玩家都会将目标放在其他玩家身上。如果我去猎杀玩家，在百倍增幅的天赋作用之下，获得装备和好处远超过其他玩家。不过，我虽然不算什么好人，但也不是良心都给狗吃的恶徒，随意击杀其他玩家会让我的良心很痛，念头不通达。小兄弟，快让开！小兄弟，赶紧躲入大楼当中。之后，3个穿着军装的幸存者冲入街道一侧的大楼当中，而数百个紧追不舍的丧尸挥舞着锋利的向大楼的方向冒去，一副不将3名幸存者击杀誓不罢休的模样。这个末世上竟然还有这种好人，真是令人惊奇呀！然后阿润就催动控火天赋，凝聚出一枚枚火球，向数百个丧尸发起凶将。在一道道剧烈的爆炸声当中，一个个丧尸被火球封碎，化作无数碎片洒落在地上。那人竟然是火系进化者，真是太令人惊叹了。敢一个人在城市当中行走的人，能是普通人吗？你们说我们投靠这人怎么样？我们的庇护所已经被丧尸攻陷了，投靠这人也不是不可以。这人可是火系进化者，我们3人都是普通人，他会愿意接受我们的投靠吗？我们3个虽然是普通人，但全部都是曾经的兵王，精通各种武器，战斗素养极高，这人应该会接受我们的投靠的。如果这人愿意接受我的投靠，投靠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人愿意出手解决追杀我们的数百个丧尸，明显不是一个坏人，值得投靠。小兄弟，我叫郑涛，这是林安，这是郭鑫，我们3个都是曾经的兵王，精通各种武器装备，拥有极高的军事素养。我们3个想要投靠你，为你效力，不知道你意下如何？你们3个既然是曾经的兵王，战斗力肯定不低，自己建立一个庇护所不好吗？为什么要投靠我？小兄弟，城中的丧尸数量太多了，且在疯狂的进化中，我们3个虽然是兵王，但也是普通人，不是觉醒了超凡力量的进化者。面对普通的丧尸，我们还有一点反抗之力，但面对那些恐怖的进化丧尸，我们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只能跑路。实不相瞒，我们之前所在的庇护所已经被丧尸攻陷了，数百名幸存者，只有我们3个逃了出来，其他人都死了。末世当中，人比丧尸要危险得多，我不想在睡觉的时候被队友给割喉了，所以你们想要投靠我的话，请在这张领名契约上滴上一滴鲜血。郑涛3人仔细看了一下领名契约上的内容，感觉上面的要求很合理，就纷纷在领名契约上滴上一滴鲜血。随后，3张领名契约无果自燃，分成6道灵光，分别没入郑涛3人的脑海当中和庇护所木屋当中。你们3人当中，谁最擅长格斗术？领主大人，我最擅长格斗术。这把玄阶下品武器清风剑就交给你使用吧，希望你能够不要辱没了把神兵利器。领主大人，你放心好了，我绝对不会辱没了这把神兵利器的。这把清风剑虽然锋利无比，削铁如泥，但只是近身武器。这把手枪和10个弹夹，你拿着作为远程攻击手段。领主大人，你放心好，我一定好好的为你效力，不负你的期望。
我这里有一把无限子弹的手枪和一把无限弩箭的神弩，你们两个自己分配吧。领主大人，我习惯了用枪，就要这把无限子弹的手枪吧。既然如此，那我就用无限神弩吧。你们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大型超市或者仓库吗？领主大人，附近就有一个占地数万平方的大型仓储中心，那个大型仓储中心供应了大半个城市的生活物资，里面囤积的物资极多，够数十万人使用1月之久。不过那个大型仓储中心当中拥有数千个丧尸，其中还有不少进化丧尸，十分的危险。前面带路，我们去将那个大型仓储中心给攻占下来。领主大人，我们4个人就去攻占一个拥有数千丧尸的大型仓储中心，这不是去送死吗？你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你们去送死的。这一次的行动，你们只是辅助，我才是主攻。在势不可为的情况之下，我也不会去和丧尸死磕，也会撤退的。阿润4人刚刚走出100多米，就被一波丧尸挡住了去路。你们3人都是兵王，这些丧尸就交给你们解决了。领主大人，这些丧尸交给我一个人就行了。郑涛举起无限子弹手枪，对准丧尸的脑袋扣动了扳机，一枚枚金属子弹从无限手枪当中激射而出，准确无比的轰击在一个个丧尸的脑袋之内，将一个个丧尸的脑袋击爆，使之成为一具具无头尸体。片刻间的功夫，10余个丧尸就全部被郑涛爆头而亡了。恭喜玩家阿润的领民郑涛击杀普通丧尸12个，获得12立方米木材，100倍增幅自动开启。玩家阿润获得1200立方木材。郑涛这些领民击杀丧尸可以获得系统奖励，且奖励全部归我这个领主所有。同时，郑涛这些领民在击杀丧尸之后，也可以获得神秘的能量，强化机身，变得更加的强大。而我这个领主则可以获得郑涛这些领民1/10的神秘能量。也就是说，只要我的领民杀的丧尸足够多，就算我不动手，也可以获得神秘能量，强化机身，晋升为2阶进化者。除此之外，郑涛这些领民也会受到我的100倍增幅天赋影响，获得100倍增幅的加持。没有想到领主还有这样的特权，这不是诱惑我升级庇护所，尽可能的招募领民吗？好好的末世求生游戏，怎么有向末世争霸游戏转变的趋势呢？在接下来的行程当中，阿润一行人连续遇到了好几波丧尸，这几波丧尸都是普通丧尸，根本不需要阿润动手。你们运气不错，竟然收获了4枚金盒。领主大人，前面就是仓储中心了。仓储中心原本只有2000多个丧尸，后来有部分庇护所缺少物资，组织人手攻打仓储中心。只是这些庇护所的实力有限，不但没有将仓储中心打下来，反而留下了数千条人命，让仓储中心的丧尸翻了1倍不止。之后，很多幸存者都曾经将注意打在仓储中心上，不过只有少部分侥幸活了下来。根据这些活下来的幸存者所说，仓库中心深处有数百个进化丧尸，每一个进化丧尸的战斗力都极为的恐怖，根本不是幸存者可以抵挡的。因此，很多庇护所都放弃了仓储中心，不敢再打仓储中心的注意了。只有一些大型的庇护所才会派出少量的人手，密切关注仓储中心的动静，准备实力强大之后再来攻打仓储中心。那些人都是各大庇护所的探子吗？那些人有些是各大庇护所的探子，有些则是想要潜入仓储中心获取部分物资的独行侠。走，我们去仓储中心的大门处，先对仓储中心进行一次试探性的攻击。是，领主大人。此时，密切关注仓储中心的各大庇护所探子以及那些独行者也发现了阿润一行人的踪迹。这些人眼中闪过一道疑惑之色，不知道阿润一行人去仓储中心大门处干嘛。你们3个出手，对仓储中心的丧尸进行一次试探性攻击，尽可能的将仓储中心的丧尸引出来。说罢，郭兴就作为先锋，手持清风剑，向大门口的数十个丧尸冲了过去。他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他们4个人就敢向仓储中心发起攻击？4个人就想要攻占仓储中心，真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这4人也太大胆了，这不是瞎搞吗？郭兴手中的清风剑挥舞而出，带着锐利无比的锋芒，将一个个丧尸轻松斩杀。又伴随着一道道愤怒无比的嘶吼声当中，数以百计的丧尸从仓储中心当中涌出，其中不乏身高1丈的一阶进化丧尸齿刺丧尸。见此情景，郑涛和林安立即举起手中的无限手枪和无限神弩，向那些丧尸发起凶猛攻击，将一个个普通丧尸击杀。当子弹和弩箭射向齿刺丧尸时，竟全部都被齿刺丧尸的鳞甲挡住，激起一道道璀璨的火花，却始终无法破开齿刺丧尸的鳞甲防御。你们3个先撤，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去对付那些进化丧尸。阿润就心念一动，凝聚出一枚枚火球，向一个个齿刺丧尸的身上轰击而去。火系进化者，这人是火系进化者，怪不得敢攻打仓储中心呢。仓储中心的进化丧尸足有数百个，这人就算是火系进化者，也是死路一条。哼，好好的一个火系进化者，不去攻打那些小型的超市获取物资，竟然去攻打仓储中心，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这时，一道道愤怒无比的嘶吼之声从仓储中心深处发出，一个个齿刺丧尸从仓储中心深处跑出，径直的向阿润冲来。看着急速靠近而来的上百个齿刺丧尸，眼中凶光一闪，就转身向那些探子和独行侠所在的地方跑了过去。我操！这小子竟然向我们这边跑，这是想要拉着我们一起死啊！一时间，这些探子纷纷拿出手中的冲锋枪，对准阿润扣动了扳机，想要将阿润打成筛子。而那些独行侠则纷纷催动自己的异能，将一道道锋刃、一枚枚火球、一支支寒冰剑等异能攻击向阿润的身上轰击而去。血色披风自动生成一个血色防护罩，将一枚枚金属子弹和一个个异能攻击挡住，无法伤害到阿润的身体分毫。很快，阿润就从那些探子和独行侠的身侧掠过。这时，上百个齿刺丧尸向那些探子和独行侠冲来，想要将他们撕成碎片。面对齿刺丧尸，那些探子和独行侠不敢怠慢，连忙将无数金属子弹和异能攻击向齿刺丧尸的身上倾泻而去，试图将齿刺丧尸击杀当场。只是他们的攻击好像挠痒痒一样，无法对齿刺丧尸造成一丁点实质性伤害。好多物资啊！有了这些物资，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都不用担心物资短缺的问题了。阿润掏出空间戒指，开始收刮物资。仓储中心的面积很大，足足有上百个仓库，每一个仓库当中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资。阿润马不停蹄的一个个仓库收刮。我操，空间戒指满了，装不下物资了。算了，做人要厚道一点，剩下这几个仓库的物资就留给有缘人吧。这时，一道道愤怒的丧尸嘶吼之声在不远处响起，一个个齿刺丧尸径直向阿润走来，想要将阿润撕碎吞食了。12个齿刺丧尸正好将你们给灭了，让我身为2阶进化者。阿润双手掐指，立马就凝聚出一枚枚火球，向12个齿刺丧尸的身上轰击而去。在一道道剧烈的爆炸声当中，12个齿刺丧尸很快就被火球淹没，化为灰烬。这 SSS 级天赋果然非同一般，无论凝聚多少火球，都丝毫感觉不到异能枯竭的感觉。还差一点，我就可以晋升为2阶进化者了。还有，我今天杀了丧尸，爆出了很多装备，这些装备都被省略了，没有直接显现，需要我自己点击查看具体的装备情况。这时，只见一个身高1丈有余、浑身布满了钢管、双臂肌肉隆起的巨型丧尸朝阿润走来。丧尸名称：钢管丧尸，等级2阶进化丧尸，特征：坚硬如铁，锐利无双，力大无穷。我操，2阶进化丧尸，而且还是拥有3个特征的2阶进化丧尸，惹不起，赶紧撤！阿润反应过来，立马转身跑。见此情景，那个钢管丧尸怒吼一声，就举起一辆大卡车向阿润的身上砸去。感受到身后传来的呼啸风声，阿润回头看了一眼，眼中闪过一道震撼之色，连忙向一旁躲闪而去。我操！10几吨重的大卡车都可以举起来，扔这么远，这个钢管丧尸果然力大无穷啊！阿润加快速度向远方林立的高楼大厦区域狂奔而去，很快就消失在钢管丧尸的视野当中。而那个钢管丧尸看着远方林立的高楼大厦，发出一道道愤怒无比的嘶吼声，就转身返回仓储中心了。很显然，钢管丧尸受到了某种限制，无法进入高楼大厦区域，或者无法离开仓储中心太远。2阶进化丧尸的实力太强大了，虽然我没有和钢管丧尸正面交战，但从其举起大卡车将之扔到数十米之外的情况来看，就知道其实力有多么的恐怖。还好，钢管丧尸受到了限制，无法离开仓储中心。我必须早点晋升为2阶进化者才行，否则等魔神放开了限制，那些被圈养在一地的2阶进化丧尸出来，我的前期优势就会减弱很多，无法在城市当中横行了。阿润正在街上走着，一名穿着红色短裙、黑色上衣的女子就进入到其的视野当中。我后面有大量的丧尸，你赶紧跑！然后那名女子立即加快了速度，向阿润所在的地方狂奔而来，而一个个张牙舞爪的丧尸则从女子身后的街道之中出现，对那名女子紧追不舍。小兄弟，你怎么不跑啊？你难道想要被那些丧尸吃了吗？不就100余个普通丧尸吗？有什么好怕的？不就100余个普通丧尸吗？你说的挺轻巧的。你知道这100余个丧尸的战斗力有多么的强悍吗？告诉你，我可是地级速度进化者，可以轻松击杀10余个丧尸。但面对这100余个丧尸，我也只能逃跑。小兄弟，我劝你还是不要逞强的好，赶紧跟我一起跑路吧。要跑，你自己跑就行了。随即，在一道道清脆的破空声当中，一个个篮球大小的火球被阿润凝聚而成，带着炙热的气息，向一个个普通丧尸的身上迎击而去。火系进化者，而且还是高等天赋的火系进化者，怪不得那么自信呢。我叫张美丽，觉醒了地级速度进化天赋，是一名1阶速度进化者。这是我获得的6枚丧尸晶核，送给你，作为你救了我一命的报酬。就算我不出手，这些丧尸也追不上你，所以这6枚晶核你自己收起来吧。小兄弟，不知道你怎么称呼，有没有兴趣和我组个队，
只要你和我组个队，我就将这6枚金盒送给你，如何？我不喜欢和人组队，如果你想要跟我一起行动的话，可以加入我的庇护所，成为我的领民。你将茅草屋升级到木屋了？没错，我已经将茅草屋升到木屋了，可以接纳10个领民。同时，木屋可以免疫一阶进化丧尸的进攻，就算7天的保护期结束了，绝大部分丧尸也无法对木屋造成威胁。最重要的是，只要再获取一些金盒，我就可以将木屋升级为10屋。那时，就算是2阶丧尸，也无法对我的庇护所造成威胁了。小兄弟，我愿意加入你的庇护所，成为你的领民。在这张领民契约上滴上1滴鲜血，你就可以成为我的领民了。张美丽仔细阅读了一下领民契约上的内容，将1滴鲜血滴在领民契约之上，之后，领民契约无火自燃，化作2道流光，分别没入张美丽的脑袋和庇护所之中。这把手枪和这把玄阶上品清风剑，你拿着防身。谢谢阿润大哥。走吧，我们先去和另外几个领民会合，再去猎杀一些丧尸，获取金盒。不久之后，一个散发着淡淡白光的宝箱进入的张美丽视野当中，让其眼睛一亮。是宝箱？哼，区一个白色宝箱，有什么好惊讶的？你去将那个白色宝箱给我拿过来。是，阿润大哥。张美丽回应一句，就快速的向白色宝箱所在的方向跑去。这时，一支金刚弩箭从某个楼顶激射而来，直奔张美丽的脑袋而去。什么人？给我滚出来！面对金刚弩箭的攻击，张美丽的眼中闪过一道冰冷的寒光，拿起清风剑向金刚弩箭上斩落而去。站住，否则我就开枪了。只是那名青年大汉根本不理会张美丽的威胁，只是手持诸葛连弩头也不回的向前跑。见此情景，张美丽眼中凶光一闪，直接扣动了扳机，一枚金属子弹从中激射而出，没入到那名青年大汉后心之中，使之扑倒在地上，失去了生命的气息。我还以为你不会开枪呢，没有想到你挺杀伐果断的。不错，此女可以好好培养一下，会是一个不错的帮手。阿润大哥，我这人虽然比较善良，但我的善良只对那些善良的人，对于那些恶人，我会比他们更加的凶狠。很好，你的这种性格我很喜欢。说完，阿润走到那个青年的尸体旁，在尸体上摸索下来，手中就多出了2枚金盒。之后，阿润又将地上的诸葛连弩收入空间戒指当中。恭喜玩家阿润获得玄阶下品技能火焰掌，100倍增幅自动启动。衔接下品技能火焰掌升级为地阶下品技能火遁术。之后，无数关于火遁术的信息出现在阿润的脑海当中，让其瞬间领悟了火遁术的所有奥义。阿润大哥，看你兴奋的模样，宝箱当中开出的物品不错吧？那是相当不错，我十分满意。行走了数百米之后，一个全副武装的幸存者小队进入到阿润的视野当中，让阿润暗暗提高了警惕。前面的幸存者小队实力不错，小心一点。这时，那个幸存者小队也发现了阿润和张美丽，其中一名满脸骄横之色的青年，更是用充满贪婪的目光看向张美丽。好漂亮的美女，我今天有福了。少主看上了那个美女，是那个美女的福气。走，我们去将那个美女弄过来，献给少主。这群人快速将阿润和张美丽2人包围起来，一副不怀好意的模样。你们想要干什么？我们想请美女陪我们玩几天，不知道美女是否答应？说话间，此人伸出手掌向张美丽的胸口抓去，想要用手掌丈量一下张美丽的胸。你找死！哼！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是火神庇护所所长的儿子王启，你们要是敢杀我的话，我父亲一定会杀了你们，为我报仇的。只要你们放我一条生路，今天的事情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既然这样，那么你走吧。小子，等老子回到火神庇护所之后，一定要让我父亲带人将你给灭了。还有那个贱人，老子将你玩过之后，就送给其他人玩。阿润大哥，你怎么放他走了呢？这种人的话根本不可信，他返回火神庇护所后，肯定会带人前来报复我们的。依我看，我们还是趁着他没有走远，直接将其给射杀了吧。哼，不放他走，我们怎么找到火神庇护所的位置？你知道这种人不可信，我当然也知道这人不可信了。不过，这人虽然可恨，但给其撑腰的人更加的可恶。如果不将给其撑腰的人干掉，始终一个隐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所以我准备斩草除根，让这人带我们去火神庇护所，
将其父亲和其身后的人全部干掉，以绝后患。还是阿润大哥看得远，你说的没错，这人之所以这么可恶，这么大胆，都是其背后之人给其撑腰的结果。只有将这人的背后之人干掉，才能算是解决了问题，绝了后患。不久之后，王琦就来到数百米之外的火神庇护所。少主，你这胳膊是什么人干的？我这就带人将其给灭了。我父亲在庇护所嘛，火神大人正在卧室当中休息，你在这里守着，不要让外人进来了。少主的胳膊竟然被人给斩断了，火神大人肯定会发疯的，有人要倒霉了。这时，一支金刚弩箭闪电般的划过虚空，洞穿那名守卫的脑袋，使之鲜血飞溅，惨死当场。小琪，你的手臂是谁干的？他的手臂是我砍的。说完，张美丽举起手中的手枪，扣动了扳机，在一道道清脆的响声当中，一枚枚子弹从中激射而出。王琦被子弹洞穿脑袋，惨死当场。而王琦父亲的体外则出现了一个火焰防护罩，挡住了金属子弹的攻击。贱人，你找死！还想跑？哼，你的对手是我。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瞬间凝聚出这么多火球？阿润大哥，我们现在就离开这里嘛。这个庇护所的规模不小，应该有不少的珍藏。我们帮助这个庇护所清理了王家父子这个毒瘤，他们怎么也要表示一下，给我们一点报酬吧。我是火神庇护所的副所长王平，感谢这位大人替我们铲除了王家父子这对毒瘤。我们火神庇护所愿意投入到大人麾下，为大人效力，只希望大人能够庇护我们火神庇护所。我没有时间去管理你们火神庇护所，我杀了王家父子，帮助你们火神庇护所铲除了这一对毒瘤。你们火神庇护所必须给我一点报酬，我不要你们的生活物资，我只要对你们来说没有太大作用的丧尸晶核。大人，丧尸晶核存放在储物间，麻烦您跟我去一趟。好，前面带路。大人，这里面有68枚丧尸晶核，你点一下。不用了，谅你也不敢做什么小动作。请大人救我一命。是谁想要杀了你吗？大人，火神一死，庇护所当中的一些人就会争权夺利，而我作为火神庇护所的副所长，这些人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我。我为什么要救你？大人，只要你救我一命，我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在这张领明契约上滴上一滴鲜血，我就出手救你一命。王平接过领明契约，看都没有看，就直接将一滴鲜血滴在领明契约之上。这是玄阶上品装备玄青披风，在遭受到攻击的时候，会自动释放出一个青色防护罩，可以抵挡枪支和一阶进化者的攻击。走吧，去扫除障碍。我推荐王平担任火神庇护所所长，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各位，我王平的为人你们也知道，我可以在这里向你们保证，只要我成为火神庇护所的所长，一定会让大家吃饱穿暖。阿润先生，你只是一个外人，这么粗暴的干涉我们火神庇护所的内部事务，是不是有些过分了？依我看，阿润先生既然已经拿到了报酬，不如早早离开我们火神庇护所比较好。至于我们火神庇护所的所长由谁来担任，就不需要你操心了。刀疤哥说的没错，我们火神庇护所的事情不需要外人插手。刀疤哥是我们火神庇护所唯一一个进化者，也是我们火神庇护所的最强者，所以我们火神庇护所的所长应该由刀疤哥担任。你们是什么意见？你们认为王平当所长合适，还是这个刀疤当所长合适？广场上众人鸦雀无声，不敢说话。阿润先生，大家不说话，就说明大家不喜欢你这个外人插手我们火神庇护所的事情。你这么一声不吭的将火神给杀了，这简直就是在欺负我们火神庇护所没人。说完，刀疤大汉使了一个眼色，紧接着，只见到那10余个持枪大汉纷纷举起手中冲锋枪，对准阿润的身体。哼，你们竟然将枪口对准了我，简直就是找死！阿润先生，你一言不合就滥杀无辜，简直就是暴徒！今天我就杀了你，为那些死去的无辜之人报仇雪恨。从现在开始，火神庇护所就交给你了。领主大人，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管理好火神庇护所的。阿润大哥，你的庇护所不是要升级了吗？为什么不将火神庇护所的人迁移到你的庇护所当中？不是庇护所的人口越多，对于庇护所的发展越有利吗？火神庇护所的人太多了，就算我的庇护所升级了，也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口。同时，我的庇护所升级之后，可以免疫2阶丧尸的攻击。可是，一个宝地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在其中居住的。按照我的规划，只有一些精英人员才有资格进入我的庇护所当中居住。原来是这样啊！我能够被阿润大哥收为领民，说明我也是一名精英啊！我的精英小姐，前面的几个丧尸就交给你解决了。好的，阿润大哥。
运气真不好，杀了这么多丧尸，只收获了一枚晶核。领主大人，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我们都忍不住要去仓储中心找你了。你们3个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吧？领主大人，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危险。我们离开仓储中心之后，遇到了几波丧尸，不过那些丧尸都是普通丧尸，被我们3人轻松斩杀了。这3枚晶核是从丧尸脑袋当中找到的，请领主大人收好。你们没有遇到危险就好，走，我们返回庇护所休息一下，明天再出来寻找物资。领主大人，我们在离开仓储中心的路上，在一个大厦当中发现了一个绿色宝箱，不过那个绿色宝箱附近拥有很多丧尸守护，我们没有敢靠近。绿色宝箱，那可是了不得的宝物，你们快带我去绿色宝箱所在的位置。是，领主大人。很快，郑涛就带着阿润一行人走了数百米的距离，来到一栋大厦前，指着大厦门前密密麻麻的丧尸。领主大人，绿色宝箱就在这座大厦当中。阿润眉头微皱，就独自一个人向大厦的方向走去了。阿润刚刚靠近大厦数米范围之内，一道道愤怒的嘶吼之声就从丧尸口中发出，紧接着，只见到一个个丧尸挥舞着锋利的爪，径直的向阿润冲来。阿润心念一动，一枚枚篮球大小的就在虚空当中凝聚而成，带着恐怖的力量，向一个个丧尸的脑袋上轰击而去。这时，一道道愤怒无比的丧尸嘶吼之声从大厦深处传出，一股无形的音波让阿润的脑袋一阵眩晕。之后，一个手上拿着布偶趴在地上的矮小丧尸进入到阿润的视野当中。丧尸名称：布偶丧尸，等级2阶进化丧尸，特征：音波、速度、锐利无双。我操，这里竟然有2阶进化丧尸守护！布偶丧尸身形一个闪动，就化作一道残影，直奔阿润而去。好快的速度！阿润急忙凝聚出一枚枚火球，向布偶丧尸的身上轰击而去。在一道道剧烈的爆炸之声当中，一枚枚火球被布偶丧尸锋利的爪子抓爆，火球竟无法对布偶丧尸造成一丁点的伤害。见此情景，阿润立即施展火遁术，化作一道火光逃遁而去。阿润大哥，大厦里面有什么东西，竟然让你如此狼狈？大厦里面有一个2阶进化丧尸。2阶进化丧尸真是太令人震惊了，就算是1阶进化丧尸我都打不过，如果让我遇到了2阶进化丧尸，我就死定了。郑涛，你知道附近哪里有1阶进化丧尸吗？我想要猎杀几个1阶进化丧尸，助我升为2阶进化者。领主大人，附近的大德发超市盘踞了数千个丧尸，其中1阶进化丧尸的数量不少，甚至可能有2阶进化丧尸存在。如果你想要猎杀1阶进化丧尸的话，大德发超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在猎杀了大德发的1阶进化丧尸之余，我们还可以趁机收集不少物资。好，我们这就去大德发超市。这里怎么汇集了这么多玩家？我叫徐泽，拥有雷级金属异能，是大家推举出来的大队长。如果你们也想要进入大德发超市寻找物资的话，请加入我们的团体，我们一起进入大德发超市，剿灭大德发当中的丧尸。在这个过程当中，魔神会按照我们各自击杀丧尸的数量和等级，赐予我们数量不等的贡献值。之后，我们按照各自贡献值的大小，分配大德发超市当中的物资。贡献值大的玩家不但有优先挑选物资的权利，还可以获得数量最多的物资。请问你们的团体是固定的团体，还是仅仅针对这一次攻打大德发超市任务的临时团队？我们的团队是临时团队，等到攻下大德发超市，分配好大德发超市的物资之后，我们的临时团队就自动解散。实际上，我们之所以组队，是因为大家互不信任，无法团结一致的攻打大德发超市。只有组建临时团队，立下魔神契约，大家才能放心的将后备交给其他玩家。我愿意加入临时团队当中。很明智的选择。徐泽给阿润发了一个临时团队的协议书，阿润仔细看了一下协议书，就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张美丽也加入临时团队当中，而郑涛、林安、郭鑫3人因为是幸存者的原因，被阿润安排在大德发超市外面等自己。各位，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一起出手，剿灭大德发超市当中的丧尸了。只要将大德发超市当中的丧尸剿灭，里面的物资可以让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不用担心物资的问题了。众人一进入大德发超市当中，一道道愤怒无比的丧尸嘶吼之声就从大德发超市当中传出。紧接着，一个个丧尸张大嘴巴，挥舞着锋利的爪子，径直的向众人冲来。徐泽轻喝一声，3把金属飞刀从其的身飞出，轻松洞穿一名名丧尸的脑袋。其他玩家也不再犹豫，纷纷施展各自的天赋，轻松将一个个丧尸击杀。就在这时，一道道愤怒无比的丧尸嘶吼之声从大德发超市深处传出，之后，一个个1米多高，脑袋上长满了白毛的丧尸从大德发深处涌出。丧尸名称：白毛丧尸，等级1阶进化丧尸，特征：速度、尸毒。尸毒，这下情况不妙啊！大家都小心一点，这些白毛丧尸拥有超强的病毒感染能力，一旦被白毛丧尸抓破身体，就会感染白毛丧尸病毒，变成白毛丧尸。说完，阿润就凝聚出一枚枚篮球大小的火球，向其中一个白毛丧尸的身上轰击而去。恐怖的爆炸性力量直接将白毛丧尸炸成了灰烬。
兄弟们，大家一起出手，将这群白毛丧尸击杀了。这时，前面的几个玩家冲上前去，纷纷催动各自的天赋，向白毛丧尸的身上轰击而去。只是白毛丧尸的防御力极强，他们的攻击好像在给白毛丧尸挠痒痒一样。突然，几个白毛丧尸鬼魅般出现在那几名玩家面前，用爪子向那几名玩家的身子抓去。在一道道吃力的惨叫声当中，玩家感染了白毛丧尸病毒，开始向白毛丧尸转化。他们已经感染了丧尸病毒，立即出手将他们都杀了。徐泽立即催动金属天赋，操纵着3把飞刀，向3个感染了丧尸病毒的玩家身上斩落而去。只是3把飞刀才靠近到3名玩家的身侧，就悬停在半空之中，无法寸进。卧槽，3人还没有失去意识，还是我们临时团队的一员，可以免疫我们的攻击。只有等这3人变成了白毛丧尸，我们才能向他们发起攻击。这些白毛丧尸虽然实力不强，只是一阶进化丧尸，但其的危害性比一些2阶丧尸还要强。这时，一股无形的力量进入到阿润的体当中，开始对阿润的身体进行改造。阿润感觉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力量暴涨1倍不止。对于火焰奥义的理解也深入了许多，可以施展更多的火焰攻击法术了。我终于晋升为2阶进化者了。刚才击杀了3个白毛丧尸，其中一个白毛丧尸竟然爆出了一枚空间戒指，我又可以大规模收起物资了。突然，2名白毛丧尸在阿润两边出现，向着阿润扑来。哼，找死！我晋升为2阶进化者之后，火球术的威力提升数倍，一枚火球就可以轻松轰杀白毛丧尸这种没有防御特征的1阶进化丧尸。此时，进入大德发超市的100余名玩家已经所剩无几了，其余人全都被感染成了白毛丧尸。看着周围上百个白毛丧尸，阿润冷哼一声，就凝聚出一个个火球，向那上百个白毛丧尸的身上攻击而去。阿润兄弟，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徐泽就佩服你这种人。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我跟随在你的身边？今天才是我们进入末世世界的第2天，阿润大哥就晋升为2阶进化者了，前途不可限量，将来必成大器。不知道阿润大哥可愿意收下我这个小弟，让我为你鞍前马后？就在这时，一道道愤怒无比的丧尸嘶吼之声从不远处传来，只见到一个3米多高、满头白发的白毛丧尸，紧紧地盯着阿润一行人。丧尸名称：巨型白毛丧尸，丧尸等级2阶进化丧尸，特征：速度、超级病毒、锋利无双。大德发超市竟然有一个2阶丧尸，不过我已经晋升为2阶进化者了，完全不惧2阶丧尸，正好用这个2阶丧尸测试一下我的实力和战斗力。巨型白毛丧尸身形一个闪动，就化作一道绿色闪电，直奔阿润而来。去死吧！阿润双手掐诀，凝聚出一个个火球，向巨型白毛丧尸的身上轰击而去，试图将巨型白毛丧尸轰杀当场。在一道道剧烈的爆炸声当中，一个个火球攻击在巨型白毛丧尸的身上，恐怖的爆炸性力量直接将巨型白毛丧尸炸得全身溃烂，使之发出一道道愤怒的吼叫之声。这时，阿润心念一动，一个直径1米的大火球在其的身侧成型，带着恐怖无比的力量，向巨型白毛丧尸的身上轰击而去。面对大火球的攻击，巨型白毛丧尸没有丝毫的畏惧之情，挥动锋利的爪子向大火球上斩落而去。恐怖的爆炸性力量直接将巨型白毛丧尸锋利的爪子炸碎，使之发出一道道愤怒的嘶吼之声。紧接着，阿润催动控火天赋，凝聚出3个直径1米的大火球，向巨型白毛丧尸的身上轰击而去。我击杀了上百个1阶进化丧尸和一个2阶进化丧尸，2阶进化者的进度才达到2%。我想要升到3阶进化者，估计需要再击杀近100个2阶进化丧尸，或者近万个1阶进化丧尸才行啊。不过，我击杀的巨型白毛丧尸爆出的银鳞甲不错，可以大幅度增加我的防御力，让我的生存能力提升一个档次。还有获得的大量玄阶装备，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发放给手下使用。你们确定要跟随我吗？阿润大哥，我们十分确定。徐泽5人能够活到现在，说明他们的品格和运气以及实力都不错，可以称呼一句精英玩家，值得招揽培养。阿润将5张领名契约拿给徐泽5人，他们仔细阅读了一遍，将一滴鲜血滴在领名契约之上，之后领名契约无火自燃，化作一道道流光，分别没入徐泽5人的脑海当中，以及阿润的庇护所当中。领主大人，大德发超市当中的物资极多，我们几个人根本带走不了多少，要不要我们出去寻找一些玩家和幸存者过来，让他们帮助我们搬运大德发超市的物资？不用，我有这个，我们走吧，去寻绿色宝箱。你们在这里等我，我自己一个人进去就行了。阿润一进入到大厦当中，大厦当中的丧尸就纷纷发出一道道愤怒的嘶吼之声，挥舞着锋利的爪子向阿润冲了过来。阿润神色不变，一枚枚篮球大小的火球在其的身侧凝聚而成，带着呼啸的风声向一个个丧尸的身上轰去。
阿润缓步来到大厦深处，绿色宝箱进入到阿润的视野当中，让阿润的眼中闪过一道期待之色。紧接着，一道道愤怒无比的嘶吼之声在大厦深处响起，一股股无形的音波之力向阿润的脑袋当中涌去。不过，阿润现在已经晋升为2阶进化者，之前让阿润眩晕的音波攻击，现在只能让阿润感到刺耳，无法对其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和影响。布偶丧尸身形一个闪动，举起锋利的爪子向阿润扑了过来。大火球术，阿润催动控火天赋，凝聚出3枚直径1米的大火球，向布偶丧尸的身上轰击而去。之后，阿润身形一动，就靠近到布偶丧尸掉落的红色晶核旁，将之收入空间戒指当中。紧接着，阿润快速的跑到绿色宝箱旁，将之打开。恭喜玩家阿润获得 B 级风系天赋药剂一支，100倍增幅自动启动。B 级风系天赋药剂升级为 S 级风系天赋药剂。只要服下这支药剂，我就可以再拥有一个天赋，真是太令人兴奋了。随后，阿润就拿起青色药剂，就向嘴中灌去。随着青色药剂下肚，一股股神秘的能量在阿润的体内涌动，改造其的身体。同时，无数关于风系奥义的符文在阿润的脑海当中显现，让其瞬间领悟了无数风系奥义。锋刃术，锋刃术的威力不错，但和火球术相比就差了许多，无法像火球术一样无限制的施展，连续施展3000次后就必须休养恢复一下才能继续施展。毕竟只是 S 级天赋，还是没办法跟 SSS 级控火天赋相比的。领主大人，这就是我们的庇护所吧？没错，不过这个1级庇护所木屋已经过时，等会儿我就将拥有2级庇护所石屋，你们先在这里等着。这是我的女人秦雪，你们可以叫她学姐。这是秦雪的女儿赵小雨，你们叫她小雨，也可以叫她少主。你们好，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庇护所。等阿任先生将庇护所升级完毕后，我就给你们做大餐，庆祝你们加入我们庇护所。就在这个地方吧，升级庇护所。100枚丧尸晶核，1000立方木材，3000立方石材，100吨钢材从阿润的系统空间当中消失。紧接着，一座巨大的建筑物从天而降，荡起阵阵灰尘。当灰尘消失之后，一个小型城池出现在阿润的视野当中。这就是2级庇护所吗？真是太令人震惊了。2级庇护所的规模也太大了吧？我们居住这里就不用担心丧尸的威胁了。2级庇护所石屋，无论是在面积、建筑还是人口上限以及防御力上，都比1级庇护所木屋强多了。目前我遇到的丧尸最强也只是2阶进化丧尸而已，可以睡个安心觉了。这个2级庇护所就先叫做阿润庄园吧，等2级庇护所升级之后再改一个好听的名字。阿大手一挥，无数实用物资和生活物资从空间戒指当中飞出，分门别类的堆积在仓库一角，并当众将仓库的大门钥匙交给秦雪。秦雪，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阿润庄园的大管家了，里面的物资你可以随意领用，你们是我的领民，我会保证你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并给你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但你们想要获得更多的物资、更好的待遇，则需要你们自己努力争取。我会根据你们击杀丧尸的数量、获取物资的数量、平常的表现等方面，对你们进行综合评价，并给你们相应的贡献值。而这个贡献值就是我们阿润庄园的货币，可以用来购买各种物资、武器装备等物品。当然了，这只是我的一个构想，等我完善贡献值制度之后再公布实施，你们心里有了个准备就行了。我现在又渴又饿，有没有好心人给我一点吃的喝的？我愿意来生给你做牛做马。谁给我一点吃的喝的？我不用等来生，今生就给你做牛做马。我今天出门寻找物资，亲眼看到一个玩家被丧尸撕碎吞食，我的腿都吓软了。在没有耗光食物和饮用水之前，我是不打算出去了。虽然茅草屋住的不舒服，但和群里的那些缺粮缺水的玩家相比，我已经非常幸福了。不仅拥有 S 级寒冰天赋，还找到一个小超市，收集了一大批物资，起码短时间之内不用担心食物和饮用水的问题。聊天群当中什么时候可以发视频了？我是2级庇护所阿润庄园的庄主阿润，准备招募一批领民。具体的条件和待遇如下：领民的要求，拥有 B 级及以上天赋，特殊天赋可以酌情降低标准，上交10枚金核，可以无视天赋要求。领民的待遇：1日3餐，餐餐有肉，顿顿管饱，安全保障。庇护所可以免疫2阶进化丧尸攻击，无惧丧尸的威胁，免费住房，免费发放武器装备，特殊贡献值可以获得特殊奖励。有意者可以点击我的头像向我发送简历。我操！我本来以为自己过得很好了，但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啊！这人能够在短短2天的时间之内，就将庇护所升到2级，还搞到了那么多物资，实力非常的强大，值得投靠。卧槽！今天才是末世世界的第2天，大佬就将庇护所升到了2级，还准备招募一大批领民，真是太令人震惊和不可思议了。
大佬应该是2阶进化者吧，否则不可能将庇护所升到2级。2级庇护所的条件真好，我也要将庇护所升到2级。大佬，我已经将简历投过去了，请你务必收下哦。领主大人，前面的道路被几辆废弃汽车堵住了，你在这里等我一会，我去想办法将前面几辆废弃汽车挪走。你不用下车，我将这几辆废弃汽车挪走就行了。阿润心念一动，催动 S 级风系天赋，一道强风凭空出现在虚空当中，向前方挡路的几辆废弃汽车席卷而去。根据聊天群玩家提供的消息，荒原当中丧尸的数量相对比较少，但变异兽的数量却极多。变异兽虽然不会传染超级病毒，但每一个变异兽的实力都极为强大，不弱于1阶进化丧尸。其中部分强大的变异兽更是拥有2阶进化丧尸乃至3阶进化丧尸的强大实力和战斗力，非常的恐怖。最关键的是，很多变异兽是群居动物，不出动则已，一出动就成群结队。一旦遇到群居变异兽，生存的几率极小。紧接着，一个个丈许高、浑身布满了红色毛发的变异狗挥舞着锋利的爪子，径直的向汽车上扑了过来。阿润心念一动 ，S 级风系天赋催动开来，一道道丈许长的青色锋刃在虚空当中凝聚而成。突然，一个个1尺来长的变异鼠速度极快，直扑汽车而来。变异鼠群，这可是最为恐怖的变异兽群之一啊！阿润立即催动 S 级风系天赋，凝聚出一道道锋刃，迎上变异鼠。在一道道清脆的金属碰撞之声当中，锋刃和一个个变异鼠碰撞到一起，激起一道道璀璨的火花。顷刻间，就有数十只变异鼠惨死在锋刃之下，无数锋刃聚集在一起，形成一道风墙来阻止变异鼠。剩下的变异鼠一窝蜂来到风墙上，用它锋利的牙齿向锋刃上去。片刻过后，风墙被变异鼠啃噬出一个大洞，无数变异鼠穿过大洞，向汽车的方向疯狂扑去。这些变异鼠的牙齿挺锋利的，竟然可以咬碎我凝聚的锋刃。流星火雨 SSS 极控火天赋施展开来，一道道炙热的火焰在虚空当中凝聚而成，化作一道道火雨，向一只只变异鼠的身上洒落而去。在变异鼠凄厉的惨叫声当中，一只只变异鼠被火焰覆盖。片刻间的功夫，上百只变异鼠就被炙热的火焰烧成灰烬，留下一枚枚白色晶核和一只只雪白坚硬锋利的牙齿。阿润将变异鼠的晶核和牙齿皆收入空间戒指当中，就又上路了。虽然在视频当中看过阿润庄园，但到了阿润庄园后，还是为阿润庄园的宏伟而惊叹。领主大人，你终于回来了！你在聊天群当中招募的领民已经全部都到了，正在庄园演武场当中等你训话呢。既然大家都在等我，那我们就赶紧过去吧。此时，演武场当中汇集了100多名玩家，这些玩家3、5成群的汇集在一起，随意的交谈着。领主大人来了！不知道谁在演武场当中大喊了一句，演武场当中的玩家立即停止交谈，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阿润的身上，眼中尽是好奇和敬畏之色。各位，这就是我们阿润庄园的庄主，我们这些人的领主大人，阿润先生。现在有请阿润先生给我们发表讲话。首先，我非常感谢各位看得起我，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加入我们阿润庄园这个大家庭当中，成为阿润庄园一份子。其次，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们饿着。对了，告诉你们一声，我前2天清空了一个大型超市和一个大型储物中心的所有物资，我手中掌控的物资足够数十万人使用数月之久，你们完全不用担心我们阿润庄园的物资储备，你们只需要好好的努力工作，就可以获得丰厚的物资奖励，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最后，我希望你们能够充分的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和我一起努力，将阿润庄园建设成末世世界最强大、最安全的庇护所。为了提升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和王总管商量了许久，制定了我们贡献值制度。现在还有请王总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阿润庄园的贡献值制度。接下来，王玉泉给大家介绍了贡献值的用处和获取方法。你们如果发现了什么珍贵的物品或者宝箱的信息，可以上报给领主大人，领主大人核实之后，会根据宝物或者宝箱的等级，给予数额不定的贡献值。领主大人，我知道一个蓝色宝箱的位置，不知道可以获得多少贡献值。如果你提供的消息属实，我可以给你100点贡献值。领主大人，我知道一个红色宝箱的位置。领主大人，我知道一个绿色宝箱的位置。领主大人，我也知道一个红色宝箱的位置。寒冰剑。卧槽，你这是在抢怪啊！你们击杀的丧尸数量和击杀丧尸爆出的物资数量，我这边都有提示与显示。等晚上，我会抽出一部分时间，将这些提示语弄出来，张贴在阿润庄园的展示栏当中，你们可以自由观看。同时，我会根据这些提示语的信息，给你们相应的贡献值，让你们可以兑换自己需要的物品。
这不是阿运庄园的庄主阿运吗？阿润的号召力不错，竟然在一夜之间就招募到了这么多领民，真是令人钦佩呀！这些领民还算多吗？如果不是阿运故意限制招募领民的人数，这些领民的数量起码要翻上好几倍。阿润的领民就如此强大，其本身的实力岂不是更加的恐怖？领主大人，后面有数十个玩家跟着我们，要不要我出手将他们全部都驱赶走？不用，在必要的时候，这些玩家是一个不错的诱饵和肉盾。这时，一部分跟在后面的玩家看到街道两侧建筑当中的丧尸被阿润一行人轻松斩杀了，向街道两侧的建筑当中跑进去。领主大人，我们费时费力的将建筑当中的丧尸引出来击杀，而后面那些玩家却进入建筑当中搜刮物资，完全就是在占我们的便宜，摘我们的桃子。我们要不要将他们驱赶走？两侧的建筑可都是高楼，里面怎么可能就这么一点丧尸？这些玩家还没有资格摘我们的桃子，他们进入这些高楼当中，十死无生。卧槽！还好我没有进入那些建筑当中，否则我说不定就死在那些二阶丧尸的锋利爪牙之下了。这些二阶丧尸怎么不敢过来？难道这些二阶进化丧尸在怕我们不成？这里是末世世界，而末世世界的一切都是魔神缔造的，没有魔神的允许，建筑当中的二阶丧尸根本不敢离开那些建筑。根据我的推测，那些建筑当中不仅有二阶丧尸，还可能有三阶丧尸，甚至有四阶丧尸。当然了，这仅仅只是我的推测。不过，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我暂时不会贸然进入这些建筑当中。同时，我要提醒你们一句，建筑当中的二阶丧尸、三阶丧尸乃至四阶丧尸不会永远的待在建筑当中不出来，等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他们就会从建筑当中出来，主动对我们发起攻击。远的不说，就说5天之后，新手保护期结束，建筑当中的二阶丧尸估计就会被魔神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实力，让自己的进化速度超过丧尸的进化速度，超过魔神的预期才行。领主大人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从今天开始，我要努力击杀丧尸，努力进化。我也要努力击杀丧尸，快速进化，让自己早点晋升为2阶进化者。领主大人，蓝色宝箱就在这个清河中学当中的食堂大厅当中。前天我潜入清河中学当中寻找物资，远远的看到了蓝色宝箱。不过清河中学当中的丧尸数量极多，足有数千个，其中不乏1阶进化丧尸乃至2阶进化丧尸，十分的危险。所以我就没敢进入食堂大厅，就离开清河中学了。赵虎的话你们也听到了，清河中学拥有数千个丧尸，其中还有十分强大的2阶进化丧尸，大家都务必提高警惕，小心戒备，不要给那些2阶丧尸给杀了。赵虎带路。阿润一行人刚刚进入清河中学没有多久，就引起了无数丧尸的注意。只见到一个个丧尸张牙舞爪的向阿润一行人的身边靠近而去，杀光这些丧尸。是领主大人。顿时，无数的技能向丧尸轰去，轻松将一个个丧尸击杀。这时，一道道愤怒无比的丧尸嘶吼之声在清河中学当中响起，清晰的传到阿润等人的耳朵之中。一个身高1丈有余，浑身布满了钢管，双臂肌肉隆起的2阶进化丧尸钢管丧尸从远方靠近而来。这是2阶进化丧尸钢管丧尸，拥有坚硬如铁、锐利无双、力大无穷3个特征，大家都小心一点，不要被钢管丧尸近身了。寒冰长矛，去！随着赵虎的一声轻喝，寒冰长矛直奔钢管丧尸而去。面对寒冰长矛的攻击，钢管丧尸发出一道愤怒无比的嘶吼之声，用手径直的迎上寒冰长矛。这时，徐泽等其他玩家纷纷催动各自的天赋，向钢管丧尸的身上轰击而去。在一道道清脆的金属碰撞之声当中，他们的技能不断的轰击在钢管丧尸的身上。只是钢管丧尸拥有坚硬如铁的特征，这些元素攻击的威力有限，根本无法破开钢管丧尸的防御。2阶进化丧尸也太强大了吧！我们这么多玩家一起攻击，都无法破开这个2阶进化丧尸的防御，这也太令人绝望了。2阶进化丧尸就如此恐怖，防御力如此强大，我们100多个1阶进化者都无法将之击杀。那么那些隐藏起来的3阶进化丧尸岂不是更加的恐怖，令人绝望？火毛术。领主大人竟然一击就将钢管丧尸击杀了，真是太令人震惊了。我们100多名玩家联手攻击，都无法破开钢管丧尸的防御，领主大人随手一击就将钢管丧尸轰杀了。我们和领主大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太大了。阿润神色不变，收起红色金盒，径直的向学校食堂的方向走去了。阿润刚刚进入到食堂当中，蓝色宝箱就进入到其的视野当中，让其眼睛一亮，就快步向蓝色宝箱所在的地方靠近而去了。就在这时，一道道清脆的破空声突然在学校食堂当中响起，3个怪丧尸从3个不同的角度向阿润的身上扑了过来，
锋利的爪子向阿润的身上抓去。阿润心念一动，一把地阶中品火龙剑出现在其的手掌之中。这3个布偶丧尸爆出了3件地阶装备，我手中的地阶装备已经增加到6件了。恭喜玩家阿润获得地阶中品装备烈火旗，100倍增幅自动启动。地阶中品装备烈火旗升级为天阶下品武器火龙旗。火龙旗是一个攻击力极为强大的火焰法器，火龙旗可以释放各种各样的火焰攻击，且没有任何数量上的限制，只要玩家输入的火焰法力足够精纯强大，火龙旗的威力也就越强。火龙旗的威力最强可以达到4阶巅峰的程度，可以轻松击杀4阶进化丧尸。当然了，火龙旗达到4阶巅峰的前提是玩家输入的法力精纯程度达到4阶进化者的水平才行。以你目前的法力品质和精纯度来说，全力催动火龙旗足以灭杀3阶进化丧尸。有了这个火龙旗，我就有了一个杀手锏，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全力出手，镇杀3阶进化丧尸了。你找死！紧接着，一个1尺来长的青色锋刃在阿润的身前凝聚而成，带着锐利无比的锋芒，向地下室那名手持诸葛连弩的人身上斩落而去。地下室的面积不大，里面一侧存放了大量的生活物资，另一侧则是一个个幸存者的休息之所。地下室幸存者的数量不多，只有100余人，其中大半都是年轻漂亮的女生，少部分是体格健壮的年轻男生。那些年轻漂亮的女生个个眼睛无神，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而那些体格健壮的男生则个个红光满面，眼中闪动着凶残嗜血的光芒。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我的人？哼，向我发起攻击的人都必须死。如果你想报仇雪恨的话，可以直接对我出手。小子，你竟然敢杀我的人，简直就是在找死！你们一起上，杀了他！紧接着，10余名体格健壮的男生就纷纷手持匕首，同时向阿润扑来。一群自不量力的家伙！小子，去死吧！这时，不远处的西装大汉举起偌大的拳头，带着恐怖的力量，径直地向阿润的脑袋上砸去。阿润的神色不变，手中的火龙剑挥舞出，将其直接斩杀。我叫孙小梅，不知道恩人怎么称呼？我是来自蓝星的玩家，你可以叫我阿润大哥。阿润大哥，现在是末世世界，人性沦丧，我们这些弱女子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只能任人宰割。我们想要在这个末世世界活下去，就必须依附一个强者。因此，我们72名女生想要跟随阿润大哥，希望阿润大哥能够收下我们。说完，孙小梅就跪在了阿润的身前，而另外71名女生则纷纷跪在孙小梅身后，请求阿润收下她们。在地下室的悲惨生活，让这群女生失去了希望，成为行尸走肉般的存在。是阿润将她们从黑暗的世界当中解救了出来，是阿润给了她们生活的希望，让她们看到了炙热的阳光。因此，她们希望能够认阿润为主，跟随在阿润的身边，报答阿润的恩情。一道道系统提示声接连在阿润的耳边响起。看着眼前跪倒在地的孙小梅等人，阿润沉思了许久。我接受你们的请求，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人了。从现在开始，没有人能够欺负你。如果有人敢欺负你们，我会让他们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多谢阿润大哥。在孙小梅等人激动的时候，一张张主仆契约自动成型，化作一道道流光，分别没入阿润和孙小梅等人的脑海中。然后，阿润将地下室当中所有生活物资尽收入空间戒指当中。阿润大哥，学校东北角的小树林当中有一个橙色宝箱，不过根据我的观察，橙色宝箱附近有一个极为恐怖的丧尸守护，非常的危险，它的气息远超2阶进化丧尸，根据我的推断，很有可能是一头3阶进化丧尸。橙色宝箱，你确定？阿润大哥，我确定，我前天才看到的那个橙色宝箱，不可能今天就不见了。很好，走，你带我去找那个橙色宝箱。领主大人，你没事吧？食堂里面的2阶进化丧尸都死了吗？领主大人，蓝色宝箱到手了吗？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你们什么地方都不要去，就留在这里保护这些女生。告诉你们一声，她们现在都是我的人，你们谁也不要欺负她们，否则我让你们好看。主上，橙色宝箱就在那个小树林当中。我知道了，你在这里等我，无论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你都不要进入小树林当中。阿润向孙小梅交代一句，就提着火龙剑向树林当中走去了。阿润刚刚进入树林当中，突然出现一群变异蚊子，径直的向阿润飞了过来。阿润的神色不变，手中的火龙剑轻舞而出，一道道炙热的火焰剑芒从中激射而出，轻松将各个变异蚊子斩杀，给阿润贡献了100多枚晶核和10几件地阶装备。之后，阿润就向树林深处去寻找橙色宝箱的踪迹了。很快，橙色宝箱就进入到阿润的视野当中，让其眼睛一亮，就快步向橙色宝箱所在的地方靠近而去。这时，一股强大无比的威压
从橙色宝箱附近的一棵大树后传出，让阿润心神一震，连忙停止了前行的脚步。与此同时，一个丈许高、浑身散发着恐怖气息的巨手丧尸从大树后出现，睁大了一双残忍嗜血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阿润。丧尸名称：巨手丧尸，丧尸等级3阶丧尸，特征：刀枪不入，力大无穷，速度无双。3阶进化丧尸，这下子麻烦了。阿润立即催动控火天赋，凝聚出一只丈许长的火鸟，向巨手丧尸的身上轰击而去。火鸟轰击在巨手丧尸的身上，我的爆炸性力让巨手丧尸倒退几步，无法对其造成实质性伤害。不愧是3阶进化丧尸，果然强大无比。如果没有火龙旗，我只能暂时放弃橙色宝箱，逃之夭夭。但现在我却可以使用火龙旗搏上一搏。阿润心念一动，火龙旗就出现在虚空中，释放出炙热的火焰之力。紧接着，阿润全力催动 SSS 控火天赋，体内精纯的火系法力疯狂地灌注到火龙旗当中，使之火光大盛，烈烈作响。火龙被催动到极致的火龙旗，凝聚出一条3丈多长盘旋的火龙，带着灼热的火焰气息，径直地迎上巨手丧尸。巨手丧尸被火龙恐怖的火焰之力包裹，片刻间的功夫，巨手丧尸就被恐怖的火焰之力烧成灰烬，留下一枚绿色的丧尸晶核。恭喜玩家阿润击杀3阶进化丧尸，获得地阶中品隐位技能书1本，100倍增幅系统自动开启。玩家阿润拥有以下2种选择：第一种，地阶中品隐位技能书升级为天阶下品隐位技能书；第二种，地阶中品隐位技能书1本增幅100倍，成为100本。请玩家阿润在10秒钟之内做出选择。我选择第二种，100本地阶中品隐位技能书。这枚绿色晶核当中蕴含着极为精纯的能量，不知道怎么才能吸收这枚晶核当中能量。根据魔神提供的信息，这枚绿色晶核可以当做100枚白色晶核使用。目前为止，算上这枚绿色晶核和几枚红色晶核，我手中的晶核全部折算成白色晶核，已经有600多枚了。只需要再猎杀一些丧尸，或者在交易平台上换取一些晶核，我就可以将阿润庄园升级为3级庇护所，免疫3阶丧尸的攻击了。阿润收起绿色晶核，快步向橙色宝箱旁跑过去，并将之打开。恭喜玩家阿润获得 S 级体质金刚不坏体，100倍增幅自动开启。S 级体质金刚不坏体自动升级为 SSS 级体质无敌金身。一股无形的力进入到阿润的身体之内，开始对阿润的身体进行改造。无数关于无敌金身的信息也随之出现在阿润的视海当中。无敌金身竟然可以免疫同阶及以下进化者的攻击，真是太令人兴奋了。有了无敌金身，我就直接同阶无敌了。以后只要不是高出我一个阶位的丧尸，都无法对我造成一丁点的伤害。我完全可以击杀同阶丧尸，疯狂的刷怪爆装备。孙小梅，我这有一本隐位的技能书，可以让你拥有阴影天赋，并直接成为一名进化者，拥有超凡力量。不过你在拥有超凡力量之后，必须隐藏在暗中，为我解决一些我不方便处理的事情。不知道你是否愿意使用隐位技能书？主上，我愿意。谢主上赐予我超凡力量，我永生永世都是死效忠。等回去之后，我会给你那些同伴一人1本隐位技能书，让他们也成为隐位，而你则是他们的统领，负责管理他们。主上，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管理好隐卫，让隐卫成为你手中的利剑，为你斩杀一切敌人。阿润刚刚进入大厦当中，一道道愤怒的嘶吼之声就在大厦当中响起，一个个丧尸张牙舞爪，向阿润扑了过来。阿润的神色不变，站在原地，犹如一个雕塑一般，一动不动。只因这些一阶进化丧尸的锋利短，根本无法对阿润造成一丁点的伤害。无敌金身不愧是 SSS 级体质，果然不同凡响。我站着不动，这些一阶进化丧尸都无法破开我的防御，更别说伤害到我了。等会儿我再试验一下2阶进化丧尸是否可以破开我的防御。如果2阶进化丧尸也无法破开我的防御，我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阿润来到大厅深处，看着不远处的一个绿色宝箱，阿润眼睛一亮，就向绿色宝箱旁走了过去。这时，一个巨型白毛丧尸突然出现，直扑阿润而去，一副想要将阿润撕碎的模样。只是巨型白毛丧尸的锋利爪却始终无法破开阿润的防御，更无法对阿润造成伤害。去死吧！恭喜玩家阿润获得 B 级风系天赋药剂一支，100倍增幅自动启动。B 级风系天赋药剂升级为 S 级风系天赋药剂。我已经拥有了 S 级风系天赋，这支 S 级风系天赋药剂对于我无用了，只能当做珍宝，奖励给忠诚的手下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阿润连续跑了3个地方，获得了数量不菲的丧尸晶核和2个绿色宝箱和1个红色宝箱。其中2个绿色宝箱，一个开出了 S 级的火焰天赋药剂，一个开出了玄阶极品武器寒冰剑，而红色宝箱则开出了一个 B 级寒冰天赋。关于隐位的事情，孙小梅应该已经和你们说过了，我就不再多说了。现在这里有71本隐位技能书，你们每一人1本，
立即使用了吧。谢主上赏赐。一股股无形的力量开始改造71名女生的身，使之拥有阴影天赋。当无形的力量散去之后，她们的气势大变，一股股凌厉的气机从她们的身上散发出来。林小梅，这里有一些玄阶的武器装备，你们自己可以随意挑选。谢主上。隐卫技能书和玄阶武器装备都需要使用贡献值进行兑换，你们使用的隐卫技能书和玄阶武器装备都算我借给你们的。等你们立下功勋，获得足够的贡献值之后，隐卫技能书和玄阶武器装备才能真正的属于你们所有。主上，庇护所的贡献值制度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也会一定尽心为主上办事，争取早日积攒足够的贡献值。住房的事情我已经和秦总管交代过了，你们直接去秦总管那里办理入住手续，领取基本生活物资吧。是，主上。王玉泉，我准备任命你为阿润庄园的二庄主，负责管理阿润庄园的各项事宜，不知道你意下如何？主上，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是进化者，没有资格成为阿润庄园的二庄主。就算主上强行任命，庄园当中的领民也不会认同我这个二庄主，对于我的命令也不会遵从，很可能会阳奉阴违，这对于我们阿润庄园的发展极为不利。王玉泉，实话和你说吧，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更没有那个能力去管理阿润庄园。我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事业，完全是因为我的运气好，我的实力比较强大而已。我对于管理阿润庄园没有丝毫的兴趣，我对于自己的定位很简单，那就是末世中的绝世强者。阿润庄园庄主只是我的一个附带身份而已，我以后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将在提升自身的实力和战斗力，以及享受生活上面。因此，我需要一个人为我管理阿润庄园，让阿润庄园健康成长，最终成为末世当中的一方霸主，为我收集信息和资源，助我成为末世中的绝世强者。而你就是我选择的管理者。至于你的实力问题，你则不用担心，我已经为你解决好了。我手中有一支 S 级风系天赋药剂和一支 S 级火系天赋药剂，你服用下任何一支 S 天赋药剂，都可以拥有一项 S 级天赋，成为一名一阶进化者，且潜力极大。主上，你可以将 S 级风系天赋药剂和 S 级火系天赋药剂都赐予给我吗？一支 S 级天赋药剂价值500万贡献值，我只能借给你500万贡献值，让你兑换一支 S 级天赋药剂。如果你想要第二支 S 级天赋药剂，则需要你做出成绩，获得1000万贡献值才行。那时你就可以先归还我借给你的500万贡献值后，再用剩下的500万贡献值兑换第二支 S 级天赋药剂。现在你从 S 风系天赋药剂和 S 火系天赋药剂当中选择一个吧。主上，我要 S 级风系天赋药剂。这是 S 级风系天赋药剂，你直接将之服用，就可以觉醒 S 级风系天赋了。谢主上赏赐。阿润刚刚进入到小楼当中，一道道思索之声就在小楼当中响起，数十个一阶进化丧尸朝阿润扑来。锋刃术。阿润向绿色宝箱走去，突然，一个2阶进化丧尸布偶丧尸冲出，锐利无比的爪子向阿润的身上抓去，一副想要将阿润撕碎吞食的模样。阿润神色不变，掏出火龙剑，电般的拔对虚空。恭喜玩家阿润获得 B 级精神天赋药剂，100倍增幅自动启动。B 级精神天赋药剂升级为 S 级念力天赋药剂。S 级念力天赋非常不错，有了 S 级念力天赋，我的实力和战斗力最少提升3成。阿润将 S 级念力天赋药剂一饮下之后，一股无形的力量进入到阿润的脑海当中，让阿润拥有了 S 级念力天赋，可以使用精神念力操作任何物品，也可以施展精神秘法消灭对方灵魂，但是消耗极大，非必要不可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阿润收获了7个宝箱，收获了各类药剂和装备，然后就返回了阿润庄园。学姐，这是 S 级火焰天赋药剂，你将之服用之后，就可以拥有 S 级火焰天赋，获得操纵火焰的能力了。阿润先生，你对我真是太好了。主上，火神庇护所所长王平前来向你求援了。火神庇护所发生了什么事情，竟然让王平来找我救援？王平不相信我的，什么都不肯说，坚持等你回来之后亲自向你汇报。王平现在在哪里？王平在领主府会议厅当中等着。走，我们去看看火神庇护所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王平如此着急的向我求助。领主大人，你终于回来了，如果你再不回来的话，我们火神庇护所就要被吞并了。别急，有什么事情慢慢说。领主大人，天神庇护所的人今天找到我们火神庇护所，让我们火神庇护所在3天之内归降于天神庇护所，否则将灭了我们火神庇护所。天神庇护所是我们青岩市东城区最大的一个庇护所，拥有1万多人，其中精壮人口高达8000多人。天神庇护所是扶桑国的大企业家小村一郎建立的。据我所知，天神庇护所拥有上万把枪支、上千万枚子弹、数十辆步兵战车、3辆坦克，以及数量不菲的手雷、单兵火箭筒、狙击枪等武器装备。同时，天神庇护所拥有上百名扶桑国的军官、上千名扶桑国精锐士兵，以及3000多大夏国精壮组成的仆从军，军事实力极为雄厚。天神庇护所的野心极大，
看到官方失去了对于各地的控制，就开始将注意打在了我们青岩市之上，想要统一青岩市。不过，他们天神庇护所现在的实力还无法吞并整个青岩市，因此小村一郎将目标定在了青岩市东城区上。我们火神庇护所的实力远逊于天神庇护所，只能向领主大人求援了。上万把枪支、数十辆步兵战车、3辆坦克，以及大量的手雷、单兵火箭筒、狙击枪等武器装备，这个天神庇护所的军事实力很强啊！主上，天神庇护所的实力很强，我们绝对不能让其征服东城区的庇护所。一旦天神庇护所整合了东城区所有庇护所的力量，将成为一股极为庞大的势力，那时我们想要再对付天神庇护所就比较困难了。因此，我们得先下手为强，消灭天神庇护所。以我们阿润庄园的实力，别说消灭天神庇护所了，就算是打压天神庇护所都很难办到。毕竟进化者的个体实力虽然十分强大，但面对步兵战车和坦克以及单兵火箭筒、大口径狙击枪的攻击，还是很难抵挡的。一个不小心就会有死亡的危险。如果我们手中也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完全可以联合其他庇护所组建一支军队，将天神庇护所给消灭了。只是我们青岩市是一个内陆城市，没有驻军，只有少量的武警部队，装备的数量有限，且大半都是小型武器，缺少步兵战车、坦克、火箭筒、重机枪等重型武器装备。对了，我手中有一张大型军火库的地图，根据我的观察，那个大型军火库应该在青岩市数十里之外的青岩山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将那个大型军火库的武器装备搞到手，应该可以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消灭天神庇护所。太好了，只要领主大人将那个大型军火库的武器装备搞到手，我就可以联络其他庇护所的人，组建一支现代化军队，将天神庇护所给消灭了。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一趟大型军火库，将里面的武器装备给取回来。王平，你明天就开始秘密联系其他庇护所的人，商量组建一支联军的事宜。王玉泉，你明天继续完善贡献值制度，并在聊天群当中寻找一些拥有军事天赋和知识技能的玩家，将之招募到我们阿润庄园当中来。这就是草原嘛，真是够大的，一眼望去什么都没有。草原的草丛当中隐藏着无数的变异昆虫，十分的危险，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这时，在一阵阵沙沙沙的声响中，一只拳头大小的变异黑色蚂蚁从周围涌出，直奔阿润一行人所在的车队而去。见此情景，阿润眉头微皱，不想在路上浪费时间，就心念一动，凝聚出一道道炙热的火焰，向那些黑色蚂蚁的身上洒落而去。片刻间的功夫，所有变异蚂蚁就被炙热的火焰烧成灰烬，留下数百枚白色晶核。根据大型军火库地图上的信息显示，军火库位于青岩山半山腰，距离青岩山山脚足有10余公里的距离，所以众人只能徒步走过去。虽然他们是进化者，但走的时间久了，很多人也是又累又饿。怎么还没到？肚子好饿。快到了，拿着，先吃个汉堡垫垫肚子。谢主上。阿润一行人的动静很大，一道道愤怒的兽吼之声就在不远处响起，一个个变异兽向阿润一行人冲来，一副想要将阿润一行人撕碎吞食的模样。影卫上。这时，孙小梅等影卫纷纷心念一动，施展阴影天赋，消失在众人的视野当中。紧接着，一道道血光从一个个变异兽的脖子之处激射而出。很快，变异兽被影卫全部消灭殆尽。影卫竟然可以隐身，真是太令人震惊了。面对可以隐身的影卫，我们这些进化者根本不是对手，完全就是待宰的羔羊。在将变异兽晶核和变异兽的尸体收入空间戒指后，阿润一行人继续向军火库的方向走去了。当阿润一行人快到的时候，一道道愤怒无比的兽吼之声就从前面传来，紧接着，一个个2阶变异兽直扑阿润一行人而去。2阶变异兽，这么多2阶变异兽，我们完全不是对手啊！希望领主大人能够对付这些2阶变异兽，否则我们就危险了。阿润神色不变，火龙旗凭空出现，急速膨胀，化作一个3丈多长的火红色旗帜，在阿润的催动之下，凝聚出一只丈许长的火鸟，径直的迎上那些2阶变异兽。在一道道剧烈的爆炸声当中，强大的爆炸性力量直接将一个个2阶变异兽炸碎，一招秒杀那么多2阶变异兽，领主大人也太厉害了吧！不愧是领主大人，果然不同凡响，勇猛无比。将变异兽晶核收走后，众人就继续向军火库的方向走去了。终于，众人来到了军火库，这里的装备让众人惊呆了。这个大型军火库里足足有上百辆坦克、数十架武装直升机、数十门火箭炮和上百门各种型号的大炮，更有堆积如山的各种子弹炮弹。有了这个军火库的物资，我完全可以组建一支10万人的现代化军队，横推青岩市，成为青岩市霸主。郑涛，你们3人都是兵王，步兵战车、坦克、武装直升机、火箭炮等武器装备，你们能不能玩得转？领主大人，我们3人可都是兵王，你说的那些武器装备，我们3人都十分精通。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开飞机、战斗机、轰炸机、潜艇、护卫舰等各种大型武器装备。郑涛，我从青岩市的军火库当中弄到了一大批武器装备，想要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领主大人，我们阿润庄园的领民大半都是玩家，都是进化者，
精通各种武器装备的军人极少。领主大人想要组建一支现代化军队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从青岩市的庇护所当中招募一些退伍军人。招募退伍军人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可以，就是不知道领主大人对于那支现代化军队有什么要求。我在军火库当中获得了大量的重型武器装备，以及10余万把枪支弹药和后勤物资。我准备利用这些武器装备组建一支机械化军队。领主大人，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天气太热了，我们先去洗个澡。今天下午我们就去给你招募1000名精锐退伍兵回来，帮你组建一支现代化的机械化军队。如果你能够给我招募1000名精锐退伍兵回来，我就任命你为润家军第1机械团副团长，任命郭鑫和林安为润家军第1机械团第1营和第2营营长，而我则亲自担任润家军第1机械团团长。领主大人，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我这里又有几支 B 级天赋药剂，你们3人一人挑选一支吧。从今以后，你们也算是我们阿润庄园的高层了。如果你们还是普通人，没有超凡力量，想要服众有些困难，所以我就先借给你们3人每人10万贡献值，让你们可以兑换 B 级天赋药剂。这是 B 级风系天赋药剂，服用之后可以觉醒 B 级风系天赋，可以释放风刃术、风墙术等风系法术。这是 B 级火系天赋药剂，服用之后可以觉醒 B 级火系天赋，可以释放火球术、火鸟术、火箭术等火系法术。这是 B 级寒冰天赋，服用之后可以觉醒 B 级寒冰天赋，可以释放寒冰剑、寒冰长矛等冰系法术。领主大人，我选择 B 级风系天赋药剂。领主大人，我选择 B 级火系天赋药剂。领主大人，我选择 B 级寒冰天赋药剂。随后，阿润将阿润庄园升级为3级庇护所，然后带着郑涛、林安、郭鑫3人驾驶着一辆步兵战车，向铁血庇护所的方向疾驰而去了。领主大人，那些扶桑军人是天神庇护所的军队，我们现在怎么办？天神庇护所注定是我们的敌人，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直接开火将这支扶桑中队给歼灭了。是领主大人。所长，那个步兵战车是哪个庇护所的？据我所知，我们青岩市东城区好像只有天神庇护所有步兵战车啊，就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打起来。天神庇护所是我们东城区最大的庇护所，也是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庇护所，应该不会轻易和天神庇护所发生冲突。开炮！这是帝国最新款的步兵战车，炮弹的威力是普通步兵战车威力的10倍以上，极为凶猛。这个陌生的势力敢直接向天神庇护所发起攻击，实力不容小觑，野心不小啊！撤退！步兵战车轰杀这些扶桑士兵，竟然爆出了不少木材、石料、钢铁等基础物资。刚才之所以没有爆出装备，因为是这些扶桑士兵只是普通人，而不是进化者的原因。如果这些扶桑士兵是进化者的话，将他们击杀之后，应该可以爆出各种武器装备。等机械化一团组建完毕之后，机械化一团的所有士兵都必须加入我的庇护所才行，否则机械一团的士兵击杀土著，就无法爆出各种装备物资，也无法得到100倍增幅，会造成一种极大的浪费。还有，我以后要想办法继续提升庇护所的等级，只要将庇护所的等级提升上去了，我才能招募更多的李民。叶能军，你带人去将那个步兵战车给炸了。是，长官。S 级念力天赋就是不错，方圆100米范围之内的所有场景都在我的念力感应范围之内，谁也无法逃过我的观察。我的精神念力可以举起上千斤的物品，举起一把轻机枪应该也是一件手到擒来的事情。进化者，步兵战车当中有进化者坐镇，我们立即撤退，立即离开这里。领主大人，这是铁血庇护所的所长李军。李军，这是来自蓝星的玩家，阿任庄园的庄主，也是我和林安、郭鑫3人的领主。阿任先生，阿任先生，天神庇护所是我们东城区最大的庇护所，拥有我们东城区最强的军事力量。你摧毁了天神庇护所的一辆步兵战车，击杀了天神庇护所的上百名扶桑士兵，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好被天神庇护所报复的准备？李所长，你不用担心，我明天就带领精锐军队将天神庇护所剿灭。阿任先生，不知道你的精锐军队有多少人，拥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李军，我记得铁血庇护所拥有1000多名退伍兵，其中大半都是机械化军团的精锐士兵，只要有相应的武器装备，你们铁血庇护所就可以瞬间组建一支机械化步兵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错，郑涛，你不要告诉我，阿任先生口中的精锐军团就是我们铁血庇护所的1000多名精锐退伍兵。李军，你知道青岩山的军火库吗？知道一点，不过青岩山的军火库位于青岩山深处，沿途拥有无数强大的变异兽，想要进入军火库当中十分的困难，想要将里面的军火库当中的武器装备运出来，更是难上加难。你不要告诉我，阿任先生将青岩山军火库当中的武器装备都运出来了。
李军、青岩山军火库的武器装备和后勤物资都已经被阿任先生手握空间戒指当中了。如果有足够的人手，阿任先生可以瞬间组建一支10万人的现代化军队，横推整个青岩市。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投入阿任先生麾下，成为阿任庄园的一员？只要你带领铁血庇护所的人投入阿任先生麾下，阿任先生会给你们提供充足的物资，让你们生活无忧。同时，你们也可以获得一个机械化步兵团的武器装备，组建一支机械化步兵团，横扫东城区。更重要的是，你们还可以在清剿天神庇护所等的敌对势力的过程当中立下功勋，获得贡献值的奖励，然后利用贡献值兑换天赋药剂。我和林安以及郭鑫侥幸获得领主大人的赏赐，获得了天赋觉醒药剂，成为了一名拥有超凡力量的进化者。阿任先生，我愿意带领铁血庇护所的1126名退伍军人、5321名军属投入你麾下，为你效力，请你务必收下我们。欢迎李所长加入我们阿任庄园这个大家庭当中。不过，因为我们阿任庄园只是3级庇护所，人口上限只有2000人，暂时只能让铁血庇护所的1100多名退伍兵加入我们阿任庄园。等我们阿任庄园升级为4级庇护所，人口上限提升之后，铁血庇护所的所有军属就都可以加入我们阿任庄园了。在此之前，铁血庇护所的军属都可以提前享受阿任庄园正式领民的待遇，每人每天都可以领取一部分生活物资，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领主大人，我和10个庇护所的所长联系好了，我们火神庇护所和10个庇护所各出200名精壮，组建一支2200人的联合军队，一起抵挡天神庇护所的军队。我相信，有了这支2200人的联合军队，天神庇护所应该不敢再过分逼迫我们火神庇护所了。联合军队完全没有必要存在，直接取消了。你去告诉那10个庇护所的所长一声，我们阿任庄园明天将派出一支机械化步兵团，剿灭天神庇护所。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带人进行观战。机械化步兵团，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我还能骗你不成？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去通知吧。这就是领主大人组建的机械化步兵团吗？看起来挺厉害的，就是不知道战斗力怎么样。领主大人组建的机械化步兵团战斗力还能弱的不成？你看到那3架武装直升机没有？正面对抗的情况之下，随便一架武装直升机都可以轻松将我们一个大队的进化者覆灭。我们可是进化者，为什么和武装直升机正面对抗？那不是傻了吗？好了，别废话了，立即登车，准备出发。王平，阿润先生真的有一支机械化步兵团吗？阿润先生只是一名实力强大的玩家，自身实力也许十分强大恐怖，但拥有一支机械化步兵团就有些夸张了吧？王平，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快1个小时的时间了，阿润先生的机械化步兵团什么时候到？各位，领主大人的机械化步兵团来了。武装直升机，而且还是3架武装直升机，太哇塞了！其他的不说，单单这3架武装直升机就够天神庇护所喝一壶的了。敌袭！将那些坦克和步兵战车给炸了！给我将那3架武装直升机打下来！火球术。开火，杀了他们！所长大人死了，兄弟们，随我一起冲，杀了他们，为所长大人报仇！领主大人，是否进入庇护所，剿灭天神庇护所的残余军队？派出一个玩家小队进入天神庇护所进行劝降。如果天神庇护所拒不投降的话，那么就给我将其轰平了。是，领主大人。天神庇护所的人听着，我是阿润庄园战斗部第1大队的大队长徐泽，我奉领主大人之命，特来对你们进行劝降，请你们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否则我们阿润庄园机械化步兵团将对你们天神庇护所发起冲击，彻底覆灭你们天神庇护所。徐泽，你不用劝降了，立即退回去。郑涛，传我命令，立即对天神庇护所进行覆盖性炮火轰炸，给我往冒烟的炸！天神庇护所完蛋了，天神庇护所的1万多人也完蛋了，
一个都活不了。阿润先生也太狠辣了吧！天神庇护所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里面也有很多无辜之人啊。各位，不是我们领主大人狠辣，而是天神庇护所自己找死。我们领主大人派人去招降，天神庇护所拒不投降，反而偷袭，被炮火夷为平地，也是活该。王所长说的对，是天神庇护所自寻死路，死了也是活该。王所长，我想要带领我们庇护所的1000余名居民投入阿润先生麾下，不知道你是否可以为我引荐引荐？王所长，我也想要投入阿润先生麾下，请你帮忙引荐一下。动静太大，竟把方圆数公里的丧尸都引来了。还好都是些1阶进化丧尸，以机械化步兵团的战斗力，对付这些1阶进化丧尸还是绰绰有余的。将来袭的丧尸全部歼灭。是领主大人。现在轮到我们出手了。2阶丧尸竟然从建筑里跑出来了，看来魔神的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是3阶进化丧尸吗？果然强大无比，可以抵挡炮弹的轰击。领主大人应该会出手解决这个3阶进化丧尸吧？这是3阶进化丧尸巨手丧尸，阿润麾下的机械化步兵团完蛋了。还好阿润在武装直升机上，巨手丧尸拿他没办法。一旦阿润麾下的机械化步兵团和玩家团队被巨手丧尸覆灭，阿润的威望将受到巨大的打击，想要再轻松招募到大批的领民就难了。不好，一旦让巨手丧尸靠近机械化步兵团，我刚刚组建1天的机械化步兵团就要报废了。火龙，一招秒杀一个3阶丧尸，领主大人真是太厉害了。我就知道领主大人是无敌的，只要领主大人出手，任何敌人都会被一招镇压。这怎么可能？那可是3阶进化丧尸，怎么可能被阿润一招镇杀了？阿润的战斗力也太强悍了吧！应该是那个火龙旗的原因。在击杀了那个巨手丧尸后，阿润2阶进化者的进度条满了，一股无形的力量进入到阿润的身体当中，改造其的身体。当无形的力量消失之后，阿润正式晋升为3阶进化者。3阶进化者和2阶进化者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单单凭借肉身力量，我就可以轻松镇压一个2阶巅峰的进化者。我刚刚晋升为3阶进化者，就有3个巨手丧尸出现，这是老天都想要让我用巨手丧尸练手啊！无敌金身不愧是 SSS 级的特殊体质，果然强大无比，可以直接免疫同阶丧尸和进化者的攻击。无敌金身的防御力如此强大，就是不知道无敌金身的攻击力如何。一拳打爆巨手丧尸，无敌金身的攻击力也十分的犀利啊！真不愧是 SSS 级的特殊体质。赵小雨拥有凤凰体质，而凤凰体质明显比无敌金身强大许多。不知道赵小雨的凤凰体质觉醒之后该有多么的强大。一拳轰杀一个巨手丧尸，领主大人真是太凶猛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领主大人应该晋升为3阶进化者了。领主大人都晋升为3阶进化者，我也要加油，尽快晋升为2阶进化者。只要再击杀几个1阶丧尸，就可以晋升为2阶进化者了。我也快了。等我们将附近的丧尸清理干净，我也差不多可以晋升为2阶进化者了。没有2阶进化丧尸和3阶进化者的干扰，天神庇护所方圆数千米的丧尸很快就被机械化步兵团和徐泽赵虎等玩家击杀殆尽。我终于晋升为2阶进化者了。我也晋升为2阶进化者了。领主大人，这是我们东城区10个中型庇护所的所长，他们想要带领麾下的庇护所投入你麾下，为你效力。我这里有100张阿润庄园的领民契约，你拿去分给他们10个庇护所的高层。目前我没有时间和精力管理东城区的庇护所，你先将他们10个庇护所力量整合一下。另外，你可以接触一下东城区的其他庇护所，劝说他们投入我们阿润庄园麾下。等我腾出时间和精力后，会将东城区乃至青岩市的丧尸都清理干净，将之纳入我们阿润庄园的掌控之中。
眨眼间功夫，阿润来到末世世界已经快1周的时间了。此时，将阿润庄园笼罩起来的金光开始逐渐变得暗淡，要不了多久就会彻底消散。新手保护期即将结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我们阿润庄园的实力，都可以轻松的生存下来。新手保护期结束之后，不知道多少玩家要惨死在丧尸和变异兽的锋利爪牙之下。幸好我加入了阿润庄园，否则我还待在破旧的茅草屋当中瑟瑟发抖。新手期结束之后，那些被魔神禁锢在各处建筑当中的2阶、3阶乃至4阶丧尸，应该会被解除封印，从一个个建筑当中走出来了。不过，以我们阿润庄园的实力，完全可以抵挡4阶丧尸的侵袭。如果我们阿润庄园都挡不住丧尸潮，那么末世世界当中的9层9以上的庇护所都无法挡住丧尸潮的攻击。如果那样的话，末世求生游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7天的新手保护期即将结束，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新手保护期结束之后，所有的庇护所都将失去无敌光环，都可能遭到变异兽、丧尸、玩家、幸存者的攻击。新手保护期结束之后，庇护所之间可以相互攻伐、摧毁、占领。新手保护期结束之后，将爆发一轮丧尸潮，时间为1天，请各位玩家小心抵挡丧尸潮的攻击。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老天保佑！老天保佑！我已经将茅草屋升级为木屋了，看来可以轻松度过这一次的丧尸潮。这不可能，不是说只要将茅草屋升到木屋，就基本上可以躲过第1轮丧尸潮的攻击吗？卧槽，不是说木屋可以守护玩家的安全吗？我刚才亲眼看到一个木屋被2阶进化丧尸撕碎，里面的玩家被丧尸吞噬。木屋基本上可以挡住丧尸的攻击，但如果碰到了2阶进化丧尸，就无能为力了。2阶丧尸对于玩家数量来说还算比较少，所以拥有木屋后能不能活命就要看运气了。木屋还有极大的可能活下来，茅草屋就不行，根本挡不住丧尸的攻击，里面的玩家完全就是九死一生。茅草屋的防御力几乎为0，还容易吸引丧尸的攻击，所以还在茅草屋当中的玩家最好还是逃离茅草屋，成为一名流浪者吧。这一次的丧尸潮当中有4阶丧尸存在，我们阿润庄园在这一次的丧尸潮当中也是有危险的。不过，以我3阶进化者的实力，配合上火龙旗，完全可以轰杀4阶进化丧尸。这只丧尸应该有11万了吧？更可怕的是，还有很多丧尸正在源源不断的向阿润庄园赶来。看来庇护所的等级越高，对丧尸的吸引力就越大。传我命令，机械化步兵一团对庄园外的丧尸进行炮火洗地。是，领主大人。庄园外丧尸的密度很大，炮弹洗地，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基础物资以及武器装备从丧尸身上爆出来，真是太令人兴奋和激动了。好密集的炮声，这肯定是阿润庄园在趁机击杀丧尸爆装备物资。阿润庄园不但拥有大量的玩家，竟然还拥有那么多火炮、坦克、步兵战车等现代化装备，真是令人羡慕嫉妒恨啊！这么密集的炮声，阿润庄园肯定击杀了无数丧尸，爆出了无数装备，真是太令人羡慕了。等这一轮的丧尸潮结束之后，我就会投奔阿润庄园，